哦，勇子，真干上了，可以啊，这架势，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要开山辟地呢。我说你是不是脑袋进水了？给你10万块不去结婚，全投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还不如给阎王爷当纸烧。就你这狗都嫌的穷酸相，活该打一辈子光棍。富贵在天，这都是命。我孙鹏飞生来就是发财的命，你呢，就是个给我打工的命。你挣不过的，眼红也没用，认命吧。命，我的命，我自己说了算。孙鹏飞以为养蜂靠的是蛮干，他那些新来的伙计，恐怕连胡蜂的影子都没见过。很快他就会明白，没了我的技术，他那500万的蜂场不过是个空壳子。喂，网友吗？猜猜我在哪里？我在享受人生啊！你呢？还在后山喂蚊子吧？帅哥，鹏飞哥说你长得不错，我们这儿正招男模呢，一晚上小费好几千，要不要来试试呀？总比你在山里饿死强吧？勇哥，我来帮你。你怎么来了？晚上山里危险。不危险，还有我们呢。爸妈，你们怎么也来了？你先吃点东西，剩下的就交给我们吧。妈，给我吧，你歇会儿。勇子，吃一堑长一智，以后咱离孙鹏飞那样的人远一点。就当这2年攒经验了，现在自己干起来，心里更踏实。都怪我，要不是因为想尽快跟我结婚，勇哥也不会答应孙鹏飞。萍萍，这不怪你，不过我确实有点担心，你爸妈要是知道了这事儿，会不会反对你们的婚事啊？是啊，林萍爸妈一直希望她能嫁个条件好点的。之前看我跟着孙鹏飞干得不错，才松了口。现在我被一脚踢开，还把仅有的10万块投进了这片荒山，他们肯定会有想法。我不会告诉他们的，就算他们真敢反对，我也会和他们斗争到底。这辈子我非勇哥不嫁。说什么傻话呢？别那么悲观，等1周后第一批蜜下来，就能拿去鉴定了。结果一出来，该投放多少蜂箱，我们就能心里有数了。我都听你的。喂，你好。您好，是王勇先生吗？这里是市食品质量检测中心，您1周前邮寄过来的蜂蜜样品质检结果已经出来了。结果怎么样？王先生，恭喜你，我们对您的蜂蜜进行了全方位的检测，它完全符合欧盟最严苛的德米特有机农业认证标准。德米特最高标准认证？是的，这意味着您的蜂蜜拥有了销往欧洲高端市场的通行证，价格至少是国内同类有机蜂蜜的3到5倍。这是我们中心这么多年检测过纯度最高的蜜。我们成功了，萍萍，我们成功了！老天保佑！太好了，太好了！勇子，干嘛呢？我在城里希尔顿办同学会呢，小学、初中的老同学可都来了啊，就差你一个了，赶紧过来。我就不去了吧，我这儿还抽不开身。别呀，都是老同学，见一面多不容易。再说，今晚我给你准备了个惊喜呢。对了，把林萍也带上，保证你俩都意想不到。行，我们待会儿就过去。勇哥，他肯定没安好心，我们真的要去吗？去，为什么不去？我们又没做亏心事，我倒要看看他能玩出什么花样来。在座的各位同学都是见证，我孙鹏飞2年时间白手起家赚了几百万，但是这只是开始，我已经包下了村里几10亩地，银行贷款也批下来了，马上就要扩建蜂群，建造现代化的蜂蜜加工厂。孙鹏飞，你可真行啊！鹏飞哥牛逼！咱们村这回是要出个上市公司的节奏啊！上市公司格局小了啊！我的目标是带领我们村的蜂蜜产业冲进世界500强，干掉那个什么新西兰的麦普达。嘿呦，大家快看，
我们今天到场的所有同学里，混得最差的一位终于来了，大家掌声欢迎！鹏飞哥，不对呀，王勇以前不是跟你混的吗？怎么成混得最差的了？是啊，我记得勇子以前挺能吃苦的，手脚也麻利。大家有所不知，我念旧情带他发财，这2年给了他10万辛苦费娶媳妇儿，可他呢，眼红我赚钱，非要自己去后山养蜂，屁都不懂，10万块打了水叉。你们说，这种1根筋的傻子，是不是混得最差的？10万块啊，就这么扔了？这可真是个败家子儿。就是说嘛，没那个命就别得那个病，跟着鹏飞哥吃香的喝辣的多好，非要去逞强。孙鹏飞，你胡说八道！勇哥他……你就见听演吧，孙鹏飞，跳得越高，摔得越惨。我等着你颜面扫地的那一天。大家静一静，我今天还请了2位特邀嘉宾，有些事儿他们二老该知道了。现在他们已经来了。你们怎么会来这里？哎呦，林叔、赵姨，您二老可算来了，快坐快坐。来，我给你们介绍，这2位就是隔壁村德高望重的老人家，也是我发小王勇的准岳父岳母。叔叔阿姨好。爸妈，这怎么回事？孙鹏飞这孩子非要请我们来，说是有什么惊喜。是啊，这里都是年轻人，我们2个老家伙凑什么热闹啊？哎，赵姨，您是不知道啊，原本呢，我确实是想给您二老一个惊喜的。去年我赚了些钱，想着王勇跟了我2年，也没少出力，就给了他10万块钱，让他赶紧把彩礼准备了，把萍萍娶回家。谁知道王勇他竟然把这10万块钱全给打水漂了，去后山那种鸟不拉屎的地方养的什么蜜蜂，这不是诚心坑萍萍吗？王勇，孙鹏飞说的是真的吗？你把那10万块钱全花在后山了？王勇啊，你不是说跟着孙鹏飞干得好好的吗？怎么又去后山了？那地方能出什么好蜜呀？林叔、赵姨，其实吧，我们村里谁都知道王勇就是个二傻子，我好心给他指路，他偏不听。可不是嘛，这事儿村里都传遍了，以为自己翅膀硬了，要去后山养蜂，这不是作死吗？王勇就是红眼病犯了，看鹏飞哥赚了钱，自己也想发财，结果把钱都打了水漂。就是这种人，眼高手低，好高骛远，怎么能给林平幸福啊？林叔、赵姨，你们可千万别把女儿嫁给他，这不明摆着是把女儿往火坑里推吗？孙鹏飞，你血口喷人！孙鹏飞，这2年你对我的照顾，我都记在这儿了。从今天起，你我的情分就像这杯子，我王勇这辈子再没你这种狼心狗肺的兄弟。勇哥，等等我！恩断义绝，就凭他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眼红我赚钱，嫉妒心发作，无能狂怒罢了。你们看着吧，他王勇的蜜蜂早晚都得饿死，到时候他一定会跪着来求我。哼，不过就算他求我，我也不会再给他机会了。想给我打工，门儿都没有。鹏飞哥说的对，他那种脾气，迟早要吃大亏。就是，没有鹏飞哥带，他什么都不是，还恩断义绝呢。他对鹏飞哥有什么恩？鹏飞哥，这次把规模搞这么大，款都带了，真的没问题吗？我听人说这2年胡蜂灾害挺严重的，对养蜂影响特别大，搞不好就是灭顶之灾啊。是啊，以前有王勇打理，现在他走了，不会出问题吧？什么胡蜂灾害，都是瞎扯淡。养蜂子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天。老子我就是天选之人，天之骄子，上天注定要让我发财的。什么胡蜂算屁！你们就等着看我把事业做大做强，冲进世界500强吧！哈哈哈哈哈哈！林叔、赵姨，对不起，今天让你们跟着受委屈了。孙鹏飞那都是胡说八道。其实王勇，什么都不用说，你是什么样的人，叔和你姨心里能没杆秤？孙鹏飞那小子打小就心术不正，满嘴跑火车，他那点算盘瞒不过我这双老眼。是啊，勇子，你可是我们看着长大的孩子，
你踏实肯干，就是性子太硬，容易吃亏。我们以前总在婚事上卡着你，不是嫌你穷，是想看着你真正立起来。现在看你刚才摔杯子那股劲儿，我就知道我闺女没看错人。叔，婶儿，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还愿意相信我。谢什么？迟早都是一家人。不过，勇子，养蜜蜂这行我多少也了解一点，要是想做大，10万块恐怕不够吧？这卡里有我们攒下的5万块，本来是给萍萍攒着嫁妆，叔，这现在叔把它交给你。要是后山那摊子事儿缺钱，你尽管拿去使。只要你和萍萍心往一处使，日子总能红火起来。钱没了可以再挣，人要是丢了骨气，那才叫真完了。林叔、赵姨，这钱你们自己留着养老，钱的事儿我早就安排好了，你们真的不用替我操心。其实孙鹏飞只说对了一半，我确实把那10万块砸进了后山，但那不是打水漂，那是定金。我仔细勘测过，咱们后山那几千亩野桂花林是天然的顶级蜜源，比孙鹏飞承包的那块地品质高出不止1个代情。10万块确实不够塞牙缝，所以我上个月已经用家里的老房子做了抵押，向银行申请了经营贷。这笔钱足够我买下全自动化离心设备，雇几个熟练工，把整个后山的产线全部铺开。你把房子都抵押了，勇子，你这孩子胆子也太大了。这万一要是……这步子迈的是不是太快了？后山的荒郊野岭的风险太高，万一有个闪失，你连落脚的地方都没了。叔，我有数。我的目标不仅仅是卖蜂蜜，我是要在那5亩荒地上建起全县第1个生态野桂花蜜示范基地。到时候，无论是产量还是纯度，我都能把孙鹏飞那种小作坊甩出10条街。爸妈，我信勇哥。行，有魄力是好事儿，但勇子，叔还是得提醒你，这行最怕的就是天灾，尤其是那马蜂和胡蜂，一旦闹起灾来，一窝蜂1天就能毁你几10箱。这玩意儿防不胜防，是养蜂绒的死穴呀。林叔，您说的这些我心里都有数。这2年，我没日没夜的在蜂场里摸爬滚打，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知道怎么做才能最大限度的规避风险。胡蜂再厉害，我也有应对之法，绝对不会翻车的。好小子，有这股子狠劲儿，像个爷们儿。行，那叔就等着看你的野桂花蜜出山。好好干，萍萍这辈子的幸福，我可就全压在你身上了。由于去年的暖冬天气，导致本市今年胡蜂数量数倍于往年，特别是农村地区，已有多名群众被蜇伤就医，请大家出门前务必做好防护措施。孙鹏飞，你只看到了眼前的利益，却没有看到潜在的危机。你以为靠天吃饭，殊不知这片山林早已因为你的盲目扩张聚集了大量的胡蜂。我猜你那边肯定没有做好应对措施，那就等着灭顶之灾来临吧。胡蜂真的来了！哎，这王勇真是钻牛角尖了。后山哪有什么蜜源？我看他是疯了。可不是嘛，这是在坑爹呀！这要是赔了，一家老小都得跟着他倒霉。勇子，你这是何苦呢？孙鹏飞那小子扩建蜂群，是因为他那边靠近花海，蜜源充足，他有本钱。你这边荒山野岭的，哪有什么花啊？你也跟着人家起什么哄啊？这不是白白浪费钱吗？王勇啊，听我们一句劝，现在回头还来得及，趁着这些蜂箱还是新的，低价卖给孙鹏飞得了，总比以后赔的血本无归强啊。是啊，好歹还能回点本钱，不然到时候你哭都没地方哭去。多谢三叔还有大家的关心，不过请放心，我王勇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哟，王勇可以呀，这架势，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这要开个养蜂联合国呢。怎么，想跟我抢蜂王的位子？你知不知道有个成语叫南辕北辙，说的就是你这种大傻叉。你以为放的蜂箱越多，自己就能赚的越多吗？这个想法对我孙鹏飞来说那是对的，所以我敢砸下全部身家去扩建，因为我有充足的蜜源。可你呢，连个屁都没有，还想赚钱，简直就是白日做梦。我看你啊，到时候非得亏得裤衩都不剩。鹏飞哥都给你指了明路，你就是不听，早晚得倾家荡产，跳河自尽。
我的事儿就不劳你们操心了，还是多担心担心你自己吧。马上就要到胡蜂肆虐的季节了，你应该还没忘记前年那场大灾吧？又他妈拿胡蜂说事儿是吧？你他妈还有完没完？不就烧了几只破蜂子吗？就那么点屁事儿，想说一辈子吗？孙总，不好了，出大事了！蜜蜂都死了，所有的蜂箱全完了啊！你说什么？你他妈再说一遍！喂，你说清楚点，什么叫蜜蜂都死了？怎么可能？孙总，您快回来吧，出大事了！黑压压一片，好多蜜蜂都死了。鹏飞哥，怎么了？报应来得比我想象的还要快。还愣着干什么？上车！孙总，你可回来了！你看这可怎么办啊？怎么办？我办你妈！就这么点死疯子，你他妈给老子打电话说全死了，你是不是咒我呢？啊！孙总，我这也是着急呀，以前从来没见过死这么多。着急个屁！这连1箱的1/10都不到，老子家大业大死得起，以后再为这点屁事咋咋呼呼，老子立马开了你！都他妈看什么看？干活去！我就说老子是天选之子，运气好着呢。爸妈，孙鹏飞那边已经开始出事了，说明今年的胡蜂灾比往年都要厉害。从明天开始，我就不住家里了，得搬到山上的蜂场去住。那怎么行？山上又冷又潮，还有蚊子虫子，你一个人怎么受得了？是啊，勇子，胡蜂晚上会休息的，你白天多盯着点不就行了？不行，胡蜂虽然夜间活动少，但会趁着清晨和黄昏的时候攻击。今年是我最关键的一年，绝对不能出任何岔子。那你千万要注意安全啊！快来，妈给你烙了你最爱吃的葱油饼，还煮了鸡蛋，趁热带过去吃。勇子，你安心在山上弄你的蜂场，家里的事儿不用你操心。中午和晚上，我跟你妈会轮流给你送饭过去。爸妈，谢谢你们，我一定要把蜂场干好，绝不能辜负爸妈的期望。没错，就是这个味道，这绝对是极品的野桂花蜜。有了这么好的蜜源，加上我这2年积累的经验，这个蜂场就是我逆袭的资本。用不了多久，我就能让爸妈还有萍萍和爸妈都过上好日子。防御网、诱火器，外加柠檬草清油，3重防御加身，我看胡蜂还怎么来搞破坏。鹏飞，我列了个单子，上面这些防护网和药剂都是我之前跟老师傅学来的，质量有保证，防御胡蜂这事儿马虎不得，我亲自去市里采购，能放心点儿。王勇，你这单子上的东西可不便宜啊，网上的价格只有你的1半，你这是不是想从里面吃点回扣啊？我这都是从正规渠道拿的。孙鹏飞，你什么意思？1分钱1分货，网上的东西我看了，用料差，做工粗糙，根本不顶用。什么顶用不顶用？不就是一层破网吗？能有多大区别？我看你就是自私，想贪钱，这事不用你管了，我自己从网上买。这质量太差了，用不了1年准得坏，明年胡蜂一来根本防不住，到时候要出大事的。危言耸听，我看你就是嫉妒我坏了你好事儿，能用就行，坏了再买呗，反正便宜。孙鹏飞，你总以为自己聪明，能占尽便宜，却不知道那些看似省下来的小钱，最终会让你付出惨痛100倍的代价。算算时间，你去年买的那批劣质防护网也该到极限了，你的蜂场恐怕很快就要出事了。有句话叫有福之人不用忙，无福之人跑断城。他以为自己努力就有用吗？真是笑话，命里没有，再怎么折腾都没用。别瞎忙活了，看在发小一场的份上，我给你指条明路，把你这些破蜂箱都卖给我，我给你3折的价钱，怎么样？够意思吧？至少不能让你把底裤都赔光了，是不？喂，什么事儿啊？没看我正忙着。孙总，不好了，不好了，有1箱蜜蜂全都跑了。
你说什么？蜜蜂跑了？一分付出一份收获，一分心血一份回报。养蜂不是靠运气，靠的是日复一日的精心照料。像你这样整天只知道吃喝玩乐，注定是走不长远的。今天跑1箱，明天就可能跑10箱，直到全部跑光。你他妈放屁！你就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老子有几千箱蜜蜂，跑1箱算个屁，对我毫无影响，你懂吗？你这种穷鬼，就等着在山里喂一辈子蚊子吧。还吃什么吃？走了。天快黑了，山路不好走，打电话我去取就好了。我不放心啊，勇哥，你有没有发现今年的胡蜂特别多，到处都是，看着就吓人，我差点都被蛰到。你感觉的没错，暖冬导致胡蜂大量存缩，现在繁殖期一过，它们的数量是往年的好几倍，食物不够分，自然就变得异常饥饿和狂躁。接下来的1周将是最危险的时候。勇哥，我今晚不回去了，我留下来帮你。那怎么行？山上条件不好，你一个女孩子在山上不方便。没什么不行的，多一个人多一双眼睛，我们2个可以轮流守夜，你也能稍微休息一下，不然你一个人这么连轴转，身体肯定会垮掉的。就这么说定了。你先吃饭吧，吃完我先守上半夜，你睡一会儿。萍萍，别担心，我既然敢在这儿养蜂，怎么会不考虑胡蜂的事儿呢？我早就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可是之前孙鹏飞那边闹得那么凶，我总觉得心慌。好了，别担心了，他那是自作自受，完全不听我的。我这2天带着工人们，已经把方圆数公里的林子都排查了一遍，发现的10几个胡蜂窝全部端掉了。咱们这儿应该是个清净之地了。除了防护网之类，我还严格制定了开箱时间，避开胡蜂清晨和黄昏的活跃期。只要咱们控制好节奏，就算胡蜂群真飞过来，也多数不会给我们造成太大损失的。乖，你眯一会儿，我去外面再巡一圈。哎，勇子，林叔，这大半夜的您怎么上山了？勇子，我不放心啊，我这心里从傍晚开始就突突的跳，总觉得情况不太妙。叔，您是发现什么了吗？那倒没有，不过这种感觉跟我几10年经历那场胡蜂大灾太像了。那时候你还没出生，那种天色，那种闷热劲儿，简直一模一样。叔，您说几10年前有过胡蜂大灾？是啊，那是40年前了。那年也是暖春，胡蜂疯了似的从深山里钻出来，一夜之间，全村上千箱蜜蜂被啃得只剩空壳。最可怕的是，胡蜂还攻进了村子。那天咱们村死了好几个人，全是被蛰得浑身发黑。叔，既然这么危险，您赶紧下山，萍萍我也得让她走，这儿不能留人。我不走，我来除了提醒你，还有正事儿。这里面有6万块，是我跟你赵姨这些年攒下的养老钱。我知道你把老房子都抵押了，手头肯定紧。叔，这绝对不行，这钱我不能要，我准备得很充分，不会有事的。别跟我锯，万一呢？万一明天真爆发了蜂巢，你得封闭蜂箱，那时候需要大量的反光膜、遮阳板，还有特制的饲料，哪样不要钱？这6万块钱是叔给你兜底的，不能让孙鹏飞那种人看你笑话。当然，实在不行，保住人要紧，只要人在，咱们就有翻身的机会。拿着。叔，您放心，我王勇对天发誓，这辈子一定让萍萍过上好日子，一定好好孝顺您2老。已经6点了，胡蜂活动的巅峰期已经半小时了。叔，咱们这儿应该是躲过去了。胡蜂群对甜味极其敏感，如果附近有大规模蜂巢，咱们这儿肯定是第一个被攻击的靶子。到现在还没动静，说明我之前清剿蜂窝起作用了。那就好，那就好。叔，您和萍萍守在这儿，一旦有动静，立刻进窝棚关死门窗。我想去孙鹏飞那边看看，胡蜂群没来这里，多数应该是去了他们那边。小心点。云彩吗？不对，是胡蜂群。果然，蜂巢爆发了，目标正是孙鹏飞的蜂场。胡蜂群的规模和我预想的差不多，而蜂场的防御也和我想的一样，形同虚设啊。别他妈乱喊，把疯子都引过来了！
我当初给这里布置过高压水枪的，如果他们懂行，现在开启水幕，或许还能有救。水枪位堆满杂物，看来我说的话，孙鹏飞一句都没听进去，真是自作孽不可活啊！孙总，快回来呀！全没了，蜜蜂全死光了，救命啊！你他妈有病吧！大清早的叫魂呐！孙总，胡蜂群来了，漫山遍野全是啊，蜂场守不住了。又是这招！上次你就说全死了，结果就死了1、2千只。我告诉你，你要是敢再耍老子，老子让你把这辈子的工资都赔出来。这次是真的，满地都是尸体啊！您快回来看一眼吧，真的全完了。等在那儿，老子马上就到。孙鹏飞，终于来了吗？可惜，太迟了。我的贷款，我的500强，全完了。哦，我的蜜蜂，我的钱啊！看到了吧，这就叫报应。前几天开着那破跑车在村里横冲直撞，差点撞到我家娃。可不是嘛，赚了2个糟钱，尾巴都翘到天上去了，见谁都瞧不起。现在好了，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活该。他发的财哪一分不是王勇给他挣的？他倒好，把人家一脚踢开。现在傻眼了吧？马哥，老马，救救我！我的蜂场被胡蜂给端了。鹏飞，你别急，慢慢说，什么情况？是胡蜂巢，漫山遍野的胡蜂，我的蜜蜂全死光了。马哥，您是这方面的专家，您一定有办法的，对不对？求求您救救我！这种规模的蜂巢，几十年难遇，要说救，肯定是救不回来了。不过，或许能帮你清理一下残局，把损失降到最低。你把蜂箱口都封死，我下午带人过去看看，还能抢救出多少蜂蜜？救不回来了吗？王勇，你满意了？看到我这么惨，你是不是心里很痛快？我早就警告过你，今年的胡蜂非同小可，这是你忘恩负义、刚愎自用的下场。下场？你有什么资格说我？这么大的胡蜂灾，我这里完了，你后山那个破地方能好到哪里去？你也是把房子都抵押了，跟我一样是孤注一掷。你现在不过是50步笑100步。谁告诉你我跟你一样？我的蜂场好得很。放屁！你骗谁呢？这么大的蜂巢，连我这儿都扛不住。好，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个好得很。怎么会这样？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勇哥，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求求你，看在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份上，救救我！只有你能救我了。放手！我不放！勇哥，我知道你肯定有办法的。上次那么大的胡蜂你都能解决，这次你也一定可以。上次的胡蜂规模小，还有补救的机会，这次是天灾级别的蜂巢，神仙来了也救不了你的蜂场。勇哥，我知道是我对不起你，那150万我马上转给你。不，我给你200万，只要你肯帮我，多少钱都行。孙鹏飞，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这不是钱的事儿。王勇先生吧，久仰大名，我看了你们寄过来的样品和检测报告，真是太惊艳了。这独特的清香果然是顶级的野桂花蜜，品质比报告上描述的还要好。王先生，你这批蜜我们全要了，价格就按我们之前电话里说的最高价150块1斤。多少？150？我的蜂蜜最好的时候也就15、16块1斤，这蜂蜜价格竟然是的整整10倍，怎么可能？蜂蜜而已，怎可能卖出这种天价？这些人肯定被王勇给骗了。这位老板，你可别被他骗了，他就是个山里的小蜂农，哪懂什么顶级蜂蜜？我们这儿的蜜最多也就10几块钱1斤，150、501斤，你们肯定是搞错了。你懂什么？我们做这行20年了，什么样的蜜没见过？王先生这批野桂花蜜是我见过品质最高的国产蜜，没有之一。你说是骗子，我看你才是井底之蛙。王勇，你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你的蜜能卖这么贵？我没义务跟你解释。
老板，求求您了，您就告诉我吧，我实在想不明白。行，我就给你科普一下。首先，王先生这蜜是纯天然的野桂花蜜，蜜源植物本身就稀有。其次，它的养殖方式完全遵循自然，没有任何人工干预，是真正的有机蜂蜜。最关键的是，它的蜂蜜通过了欧盟最严格的德米特有机认证。德米特有机认证那是啥？你连这个都不知道？这代表着王先生的蜂蜜可以直接出口到欧洲，卖给那些最挑剔的客户。150一斤，这还只是我们的收购价，等运到国外，价格至少还要翻1倍。如果当初我履行分成的承诺，那这价值连城的野桂花蜜是不是也有我的一份？王先生，这第一批蜜我们全收了。另外，我希望我们能签个长期合同，以后你这里产的所有野桂花蜜我们都包了。合作愉快。喂，张总，我打电话是问你，我们订的那批蜂蜜准备的怎么样了？后天可就是交货的最后期限了。张总，我的蜂场出事了，蜜蜂全死了。出事了？孙鹏飞，你别跟我开这种玩笑，我们签了合同的，你要是敢违约，后果你很清楚。张总，我真的没骗你，是天灾胡蜂巢。我不管你什么天灾人祸，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不能按时交货，3倍违约金，你自己看着办吧。3倍违约金，完了，全完了。有了这笔钱，可以给爸妈换个大点的房子，让他们安享晚年。萍萍一直想要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家，现在也可以实现了。还有林叔、赵姨，得好好报答他们。勇子，你这是干啥呀？今天是什么大日子吗？点这么多菜，得花多少钱啊？咱们自己家做点不就行了？是啊，你这刚起步，用钱的地方多着呢，可不能这么大手大脚的。爸妈、叔姨，你们就放心吃。今天是个好日子，值得庆祝，值得庆祝。勇子，是不是蜂场那边有啥好消息了？你们自己看吧。个、十、百、千、万，这是200万！我的老天爷！勇子，这是真的吗？真的，今天第一批蜜卖出去了，这是定金，以后我们的好日子就要来了。喂，老李，你不是号称县里养蜂第一人吗？你帮我想想办法呀！我几千箱蜜蜂就这么完了。鹏飞啊，你这情况我听说了，这是天灾，神仙难救啊！我刚才说了，能抢救出一些蜂蜜来，就算不幸中的万幸了。喂，张老板，我那些从蜂箱里飞走的蜜蜂还有没有可能找回来？我加钱，我出高价。找回来？孙鹏飞，你是不是疯了？蜜蜂离了巢还想找回来？你做梦吧！完了，全完了，3倍的违约金，之前赚都要赔进去还不止啊！儿子，要不你跟人买点蜂蜜交货呢？对呀。喂，赵哥吗？我是孙鹏飞啊。你那儿的蜜匀我一批，价格好说。什么？卖完了？你放屁！上周我还听你说你仓库是满的。鹏飞呀，要不咱们去求求王勇吧，他不是也养蜂吗？咱们姿态放低点，多出点钱，买他的蜜先应应急。王勇的蜂蜜现在走的是最高端的出口路线，1斤150，还是人家抢着要的预定价，我们根本买不起。子轩，你这是要去哪儿？当然是走啊。走？你去哪儿？我这边正烦着呢，你别给我添乱。孙鹏飞，你是不是还没搞清楚状况？你的蜂场没了，蜜蜂死光，已经破产了，我还跟着你干嘛？喝西北风吗？你说什么？我他妈有钱的时候，你天天鹏飞哥鹏飞哥的叫着，我给你买包买车，你现在说走就走，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女人！忘恩负义，孙鹏飞，这
这句话从你嘴里说出来，不觉得恶心吗？当初王勇是怎么帮你的，你又是怎么对他的？你把他一脚踹开的时候，怎么没想过忘恩负义4个字？你就是个没本事的废物，靠着王勇发了点财，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现在报应来了，你活该！你以为我当初看上的是你，我不过是看上了你的钱。现在你没钱了，在我眼里，你连条狗都不如。秦子轩，你给我站住！你敢走？勇哥，我就知道你跟孙鹏飞那种蠢货不一样，你才是真正做大事的人，不是池中之物，早晚有一天会飞黄腾达的。勇哥，孙鹏飞已经完了，以后这10里8村的蜂蜜市场都是你的天下，只要你点头，我滚！你竟然打我！王勇，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哪里招惹你了？我好心好意来找你，你却……好心好意，秦子轩，你来这里是为了什么？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你那点伎俩对我来说一眼就能看穿。我只是看孙鹏飞没用了，想找个更好的依靠。你现在发财了，我来投奔你，有什么错？没错，听好了，第一，我有女朋友，而且我跟林平的关系非常好，我爱她，永远不会背叛她。第二，就算我没有女朋友，我也不会找你这种女人，因为你让我觉得脏，你为了钱可以随意抛弃爱情和尊严，这种人不配得到任何人的尊重。你凭什么这么说我？现在的女人哪个不爱钱？大家都在追求更好的生活，我有什么错？孙鹏飞是个废物，不能给我想要的生活，我离开他有什么不对？你以为你清高？你以为你高尚吗？秦子轩，你有没有错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没兴趣评判你的人生，但这里是我的窝棚，是我的住处。现在请你立刻马上给我滚出去！王勇，你给我等着，你别得意！终于从外地调集了蜂蜜，在最后期限前如期交了货，没被扣违约金。可经过这一番折腾，连购买新蜜蜂的钱都彻底没了。鹏飞呀，你现在身上还有多少钱？要不咱们把那辆跑车卖了吧，凑点钱再买一批蜜蜂，东山再起。妈，车已经卖了，现在就算买了蜜蜂也得从头开始，我没啥信心。请问这里是孙鹏飞先生的蜂场吗？我是孙鹏飞，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孙先生，我叫韩辉，我是一名昆虫学专家，专门研究蜜蜂的行为学和迁移规律。我听说您的蜂场遭受了胡蜂灾害，蜜蜂损失惨重，但我认为还有挽回的余地。你说什么？挽回余地？你是说你能帮我找回那些飞走的蜜蜂？没错，根据我的经验，蜜蜂在受到攻击后，一部分会选择就地死亡，但还有一部分会因为本能的求生欲望，在蜂王或经验丰富的公蜜带领下，集体迁徙到新的安全地点。只要我们找到他们的迁徙路线，利用一些高科技的设备，就有机会把他们找回来。真的？你真的能帮我找回来？当然，我有一个专业的团队，有丰富的经验和最先进的设备。只要您相信我，我保证能让您的蜂场重新焕发生机。太好了，韩专家，您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啊！快请进。韩专家，您说您是昆虫专家，还有专业的团队，您看您能不能拿出一些证明来？毕竟我现在也输不起了。孙先生有这份谨慎是好事，这说明您是一个有远望的企业家。这是我的大学毕业证，昆虫学专业，以及我参与的一些科研项目报告。您也可以上网查一下我的名字，韩辉。我在国内昆虫学界还是小有名气的。韩专家，我看您的毕业年份跟我家鹏飞的发小王勇好像是同一年，您是不是也认识王勇啊？哦，王勇，孙老先生，您说的是哪个王勇？我大学同学太多了，一时间想不起来。鹏飞啊，你等我一下。喂，王勇啊，我是你孙叔，我问你个事儿，你大学同学里有没有一个叫韩辉的昆虫学专家？我问了一圈，我们大学同学里确实没有叫韩辉的，也没人听说过这个人。鹏飞，王勇说他大学同学里没有叫韩辉的，这人会不会是个骗子？王勇跟我现在是死对头，他巴不得我破产呢。就算韩专家真的是他同学，他也会说没有的，他就是不想让我东山再起，他心胸狭窄，您还不知道吗？总之，小心点没坏处。没问题，孙先生，我们团队对自己的能力非常有信心。这样吧，我先让我的团队过来，我们马上开始工作，您看效果再说。
韩总有发现，能量波动异常强烈，初步判断是一个大型的蜜蜂聚居点。在哪里？快带我过去看看。走。蜜蜂，真的是我的蜜蜂，太好了，太好了！韩专家，您真是神人啊！孙总，您看，这是我们自主研发的蜜蜂轨迹追踪器，它能够通过分析蜜蜂飞行时产生的微弱电磁波以及翅膀振动频率，实时追踪蜜蜂的飞行路线和聚居点。我们就是用它精准锁定了这个蜂群的位置，还是高科技厉害啊！还有这是超声波蜜源定位仪，它能通过超声波探测分析植物花粉的种类和浓度，从而判断出潜在的蜜源地。我们的系统显示，这个区域的野桂花蜜源非常丰富，非常适合蜜蜂生存。孙总，我们团队的这些设备都是国际领先水平，我们拥有最顶尖的昆虫学专家，还有经验丰富的野外作业人员。我们不仅能找到蜜蜂，还能评估蜂群的健康状况，并提供专业的迁徙和复壮方案。可以说，我们是一站式的蜜蜂救援服务商。韩专家，你们真是太专业了。那这笔寻找费用大概要多少钱？孙总，看在您一片心血的份上，我们给您一个友情价。全套服务包括蜜蜂寻找、蜂群迁移、复照指导以及未来3个月的技术支持，只需要10万块。另外，我们还有蜂场的规模，如果最终找回的蜜蜂数量不足300箱，我们将全额退款。300箱蜜蜂，市场价可远不止10万，这无疑是雪中送炭。韩专家，我现在手头现金不多，这块表您看能抵一部分吗？剩下的我再想办法。孙总，这块表不错，值一些钱。这样吧，我们收下这块表，剩下的钱您也不用着急，慢慢凑就行。我们相信您的为人。谢谢韩专家，我孙鹏飞绝不是言而无信之人。几天时间，居然陆续找回了数十箱蜜蜂，我这次是遇到贵人了。你们都看到了吧？什么天灾人祸，什么灭顶之灾，在我孙鹏飞面前，那都是小意思。我请来了顶级的昆虫学专家，高科技设备，几天时间就找回了几十箱蜜蜂。哟，鹏飞，你这可真是厉害呀！我还以为你这次要彻底完了呢。是啊，那韩专家看着就是个文化人，真有本事啊。那当然，我的眼光那可不是一般人能比的，不像某些人心胸狭窄，见不得我好。王勇，感觉不像这样的人啊。怎么不像？他现在眼里只有钱，他以为我倒了，他就能独占鳌头了。哼，痴心妄想！我孙鹏飞注定是要做大事的人。哼，勇哥，你听听孙鹏飞说的那些话，他真是太过分了。他竟然说你是心胸狭窄，不怀好意。他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勇哥，你就不生气吗？他这样败坏你的名声，有什么好生气的？狗咬你一口，难道你还要咬回去吗？那个韩辉根本不是专家，既然孙鹏飞想跳火坑，就去跳好了。有些亏不吃是不会长记性的。我猜他现在找回来的蜜蜂，应该也是那个团队事先准备好的。原来是这样。孙总，有个新发现，我觉得必须立刻告诉您，这关系到您蜂场这次蒙受巨大损失的真相。真相？韩专家，您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这胡蜂灾还有什么隐情？我们团队在追踪蜜蜂迁徙路线的时候，采集了一些残留的胡蜂样本。经过我们高科技仪器的精密分析，发现这些胡蜂的攻击行为极不寻常。正常的胡蜂迁徙是随机的，但袭击您蜂场这群胡蜂身上带有某种人工调制的诱导剂成分。诱导剂？你是说这种诱导剂能让胡蜂变得极度狂躁，并且精准地攻击特定区域？孙总，实不相瞒，这种人为干预的痕迹非常明显。据我们调查，村里懂这种驱蜂术的人只有一个。王勇，是不是他？根据我们的初步推断，可能性极大。毕竟他在您被袭击的同时，后山的蜂场却能安然无恙，这本身就不符合自然规律。除非这些胡蜂就是他引过来的。我就知道是这个王八蛋，他嫉妒我发财，嫉妒我把他开了，所以才想出这种断子绝孙的阴招。王勇，你这个畜生，老子非剐了你不可！孙总，愤怒解决不了问题。虽然我们发现了端倪，但要让法律制裁他，必须得有铁证。只要您愿意再拨出30万的研发和取证经费，我们团队可以动用卫星定位和微量化学溯源技术，帮您找到实锤。30万？还要30万？孙总，这30万花的值啊！只要证据到手，您不仅能让王勇坐牢，还能让他赔偿您全部的损失。到时候，他那个后山蜂场不也是您的了吗？韩专家，你也知道，我现在的钱都压在买蜜交差上了，手里真的没现钱了。这30万，我得想想办法。啥？你把越野车卖了，要告王勇？没错，爸，王勇那个杂碎害得我们倾家荡产。现在韩专家能帮我们找到证据，只要告倒了王勇，咱们不仅能把亏的赚回来，还能让他赔得倾家荡产。
可是王勇那孩子真能干出这种事儿吗？妈，你还在替他说话。韩专家那是博士，他手里有高科技仪器，难道高科技还会骗人吗？证据就在眼前，你们非要看着我彻底破产才甘心吗？等我拿回属于咱们的钱，我给你们买劳斯莱斯。韩专家，钱在这里，你一定要帮我找到证据，我要让王勇那个王八蛋这辈子都出不来。孙总，您看，这是我们通过夜夜卫星捕捉到的画面，虽然像素不高，但能清晰地看到王勇在后山调制某种不明液体。根据光谱分析，这就是那种诱导胡蜂的化学药剂。对，就是这个新型，看他那贼眉鼠眼的样子，肯定没干好事儿。这是我们从他丢弃的废弃物里还原出来的计划书残页，上面清楚地写着胡蜂释放计划和针对您蜂场的坐标定位，铁证如山啊！韩专家，咱们现在就去报警吧。还不急，这些只是间接证据。王勇这人很狡猾，他可能会辩解说是为了防范，除非我们能拿到让他无法抵赖的关键证据。那能拿到吗？能是能，但需要租用一款顶尖的微型无人侦察机，租金和操作费极高。孙总，为了这最后一击，可能还需要40万。40万，我这真的是1分钱都没有了。如果拿不到这个一锤定音的证据，前面的投入可能都白费了。万一王勇反咬一口，我们也没办法。妈的，豁出去了！我把这蜂场抵押给高利贷，也要凑出这笔钱。这是我抵押蜂场换来的，你们一定要找到证据啊！放心吧。拿到了，终于拿到了！王勇，我看你这次怎么死！走，韩专家，跟我去警局，我要让他蹲大牢。孙总，别急啊，报警虽然能让他坐牢，但法律程序繁琐，最后赔偿给您的钱可能得3、5年才能到账，而且万一他找个好律师钻空子呢？那您的意思是，我建议您先去跟王勇私了，您拿着证据去找他，要挟他把后山蜂场的所有权转让给你，再赔偿您一笔巨款。如果他不答应，您再报警。对啊，如果他能把后山那片野桂花林给我，再加上他那几百万的存款，我不仅回本了，还能直接发大财啊！韩专家，您真是我的诸葛亮。您过奖了，孙总，您去办正事儿，我带着团队再去林子里找找，争取把剩下的200多箱蜜蜂也给您找齐了。好，等我拿到后山蜂场，重重有赏。王勇，你的好日子到头了。孙鹏飞，你又发什么疯？孙鹏飞，这里不欢迎你，请你离开。离开？待会儿该滚蛋的是你们。王勇，我真没想到你心这么黑，为了抢我生意，居然敢人工诱导胡蜂巢袭击我的蜂场。人工诱导胡蜂？孙鹏飞，你是不是看科幻片太多了？还是你请的那几个专家把你脑子洗坏了？死到临头还嘴硬，你以为你做的事没人知道吗？高科技是有记忆的，看看这是谁？这是不是你在这里放胡蜂？还有这些证据、计划书、药剂配方。孙鹏飞，你看看这视频里的防护服，那是你去年买剩下的残废品，我这儿全是高档防护服。H 计划书写成 H20，那是水，不是毒药。少在那儿狡辩，这就是你，王勇！我告诉你，想私了就拿500万出来，再把这个蜂场转给我，否则你就等着进监狱吃牢饭吧。孙鹏飞，我原本以为你只是蠢，没想到你已经蠢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如果你现在报警，或许还能抓到那几个骗子，但如果你继续在这儿要挟我，怎么着？你还敢打我不成？证据就在我手里，你死定了！王勇，你少在这儿跟我装镇定，你以为指出2个化学式写错了就能脱罪？我告诉你，我这里有韩博士团队用卫星追踪到的关键证据，你化成灰我都认的。500万1分都不能少，否则这视频往警局一交，你这辈子就烂在里头吧。孙鹏飞，你是不是觉得只要画面里有个长得像我的人，你什么意思啊？法律就会信你？你仔细看看这视频的边缘，光影折射完全不自然，这是 AI 换脸加上后期合成的假视频。现在这种技术在网上多的是，只要有我的几张照片，找个身形相似的模特就能做出这种效果。韩辉那伙人根本不是什么专家，是一群专门杀猪的骗子。你放屁！你就是想抵赖。韩专家那是博士，他有精密仪器。网友，我告诉你，别以为你不承认这事就没发生过。够了，孙鹏飞，既然你不见黄河心不死，那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证据。我这蜂场虽然在后山，但我为了防贼，早就在各个路口和高处装了红外高清监控，视频实时上传云端，谁也更改不了。你自己看。视频显示的时间是本月14日凌晨3点，那个时间我正在山上巡逻，我的监控是全方位覆盖的，从我这儿到你那儿起码要走半小时，除非我会瞬移，否则我怎么可能同时出现在2个地方？这不可能！韩专家说这是卫星，卫星能拍到你家烟囱冒烟，但拍不到这种视角的所谓作案视频。孙鹏飞被骗了，40万，还有那辆车，全是假的，全是假的！不对，王勇，你肯定是在骗我！这监控视频也是你找人做的，对不对？你早就知道我要告你，
所以你提前弄了假视频来糊弄我。孙鹏飞，你太看得起你自己，就你的脑子，我用提前大费周章做假监控吗？就是，这些监控是存在第三方大平台的云端服务器上的。你要是不信，尽管找技术专家或者警察来查，真假一验便知。与其在这儿跟我撒泼，你不如赶紧给你的韩专家打个电话。不会的，不会的。您拨打的电话关机了，都关机了。没用的，专业骗子收了钱，第一件事就是人间蒸发。韩专家，韩博士，鹏飞啊，韩博士说要去山上采样本，已经开着车就走了。不过我不太明白的是，他们连帐篷都带走了。我真傻，我真傻呀！王勇说的对，我就是个无可救药的蠢货。行了，哭有什么用？当初王勇提醒过咱们，是你自己不听，非说人家嫉妒你。儿啊，咱们回家吧，哪怕去打工，咱们也能活下去。不用问好啊！要不是王勇那个杂碎当初不肯帮我，我会去请什么专家？要不是他故意在我面前显摆发财，我会急着去抵押蜂场。你这说的是人话吗？那是你自己贪心，就是王勇害的。他明明知道那些人是骗子，却眼睁睁看着我往火坑里跳。他现在发财了，我却倾家荡产。我发誓，只要我孙鹏飞还有一口气，我就绝对不让他过安生日子。我要让他跟我一样一无所有。勇哥，早知道要进县城，我应该换套衣服的。早就想给你买房了，这不是钱一到手就忍不住了吗？又是哪来的乡下人跑这儿来蹭空调，看西洋镜啊？王林，那边那2个你去接待一下，给他们几张传单打发走，别让他们在休息区乱坐，弄脏口沙发。先生、女士，欢迎光临御景江山，请问2位想看什么户型的房子？勇哥，这看起来好贵啊，咱们要不……没事儿，第2批野葵花蜜卖的钱更多。别墅怎么卖？我想看那一栋3层带独立花园和车库的。哟，这位先生，您可真会看。我们这御景江河的独栋别墅是县里最好的别墅，起步价都是300万以上。您指的这套3层的楼王更是要400多万呢。您确定没看错吗？我看啊，就是乡下人没见过世面，随手一指，还400多万呢，估计连零头都没见过。可不是嘛，穿着一身土气，还沾着泥，还想买别墅，这要是买得起，我把这地板舔干净。勇哥，要不咱们先看看别的户型，这儿太贵了。抱歉，我刚刚打断你了。王林小姐，能麻烦您详细介绍一下这套别墅吗？我希望了解所有细节。好的，先生，请这边跟我来。这套别墅是我们小区最好的户型，占地面积300平米，建筑面积500平米，适合一家3代居住。3楼还有一个超大露台，视野非常好。独立花园有200平米，可以设计成私家花园或者菜地。花园不错，可以种些花草，再养些蜜蜂。3楼露台也很好，可以晒晒蜂蜜，就它了。哎呦，还种菜养蜜蜂呢，跟这种人费什么口舌啊？你看看他那衣服，估计连这里的物业费都付不起，还妄想买别墅，别把我们公司的形象都拉低了。这位小姐，是您觉得我付不起，还是您觉得我这种穿着打扮的人不配买这里的房子？既然王勇不满苏娜的接待，转而向王林咨询别墅价格，既然您不乐意接待，那麻烦您别在这儿打扰我们。王林小姐，这套别墅总价428万，是吗？是的，先生。如果全款的话，还有2%的优惠，也就是419万4400元。请问现在可以办理手续吗？我打算全款。您说什么？全款？是的，全款。怎么，有什么问题吗？还是说你们这里不接受全款？没问题，当然没问题。先生、女士，请跟我到 VIP 接待室，我们马上为您办理。苏娜姐，她真的买了，而且是全款，400多万的别墅，不可能，她肯定是装的。她一个乡下人，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钱？天哪，我竟然第一单就卖出了一栋别墅，这佣金，这提成8万多块。她真的买了，谢谢你们。勇哥，这就是我们的家吗？我不是在做梦吧？当然是真的。
以后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了，想怎么布置，想怎么住，都由你说了算。花园好大啊！我们可以种好多花，再养几箱蜜蜂，每天早上起来就能闻到花香和蜂蜜的甜味。这个厨房真漂亮，以后我给你做好吃的，再也不用挤在小厨房里了。只要你喜欢就好。勇哥，谢谢你，你真的太棒了！我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就能有自己的房子，还是这么大的别墅。这只是开始，以后我会让你过上更好的日子。这里真舒服，以后每天早上醒来都能看到这么漂亮的景色。这么大的衣帽间，我以后是不是可以买好多漂亮的衣服？当然，你想买多少就买多少。走，我们看看去。勇哥，感觉就像做梦一样，真希望爸妈和叔叔阿姨也能过来看看。明天我就把他们都接过来，让他们也高兴高兴。勇子，这是咱们家，这么大的房子，跟皇宫一样。我这辈子做梦都没敢想能住上这样的房子。勇子，你真是给咱们王家长脸了。这真是气派，勇子，你真是有本事，这才多长时间啊，就干出了这么大的事业。萍萍啊，你真是找了个好女婿，以后啊就享福喽。叔叔阿姨，2楼主卧带独立位置房间，是我特意为你们准备的常住房间。勇子，你真是个好孩子。叔，您别这么说，您和阿姨对我的好，我一直都记在心里，能让你们过上好日子，是我最大的心愿。喂，林坤，什么事儿？王勇，你在哪儿呢？村里出大事了，有人在村广场造谣说你坏话呢。造谣？谁？就是那个秦子轩，他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在村里扯着嗓子喊，说你睡了他又不负责，是个渣男，他还要你给他个说法，赔偿他的损失，村里人都围着看热闹呢。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回去。爸妈、叔叔阿姨、萍萍，村里有点事儿，我得回去一趟。勇哥，我听到了，是秦子轩来捣乱了吧？我跟你一起去。这秦子轩简直是无法无天了。是啊，不能让勇子一个人去受欺负。勇子，别担心，有我们在，没人能欺负得了你。王勇，你这个天杀的负心汉！你睡了我，现在却不想负责任，还把我赶出来。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把清白都给了你，你却这么对我。这是怎么回事啊？王勇不是跟林平好好的吗？怎么又跟秦子轩扯上关系了？听秦轩这意思，王勇是把他给睡了。这个真看不出来啊，王勇平时看着挺老实的。这女人哭得这么惨，不像假的。难道王勇真的干了这种事？你们别听他瞎说啊，王勇不是那种人。林坤，你别替他遮掩，你也是男人，你肯定知道男人都是怎么对女人的。王勇就是个渣男，他把我睡了，却把我一脚踢开，他不是人。王勇，你还有脸来？你给我一个说法，我不能白被欺负。林叔、赵姨，你们可千万别把林平嫁给这种人啊！他就是个伪君子，表面上光鲜亮丽，背地里却做着见不得人的勾当。他把我玩弄够了就抛弃，谁知道以后会不会也这样对待林平？你们可得擦亮眼睛啊！林叔，你老可得听我一句劝啊！这种男人根本不值得托付终身，他就是个玩弄感情的渣男。秦子轩，你胡说八道什么？勇子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清楚得很，你别在这血口喷人。哼，血口喷人？赵姨，我可没有，我句句属实。要不是王勇那个王八蛋，我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我就是被他逼的。他把我赶出家门，现在我无家可归。各位乡亲们，你们可要替我做主啊！王勇带这么多人来，分明就是想欺负我。秦子轩，你住口！你胡说八道什么？勇哥他根本就……秦子轩，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把话说清楚，你到底要干什么？王勇，你别装蒜，你把我睡了，现在发达了就想抛弃我，我告诉你没门儿！要么你给我500万的赔偿，要么你就娶我，否则我就让你身败名裂。秦子轩，你是真蠢，还是有人在背后教你这么做？什么真蠢假蠢，反正我就是要你对我负责。既然你非要闹，那我就奉陪到底。不过有些话我希望你考虑清楚再说，因为有些后果不是你一个女人能够承担的。后果？我能有什么后果？我就是要你身败名裂。我看你王勇能把我怎么样？你现在是发财了，住上大别墅了，可你别忘了，你就是个乡下人。我秦子渊也不是吃素的，你敢不给我个说法，我保证让你后悔一辈子。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你还有没有一点廉耻之心？廉耻？我有什么廉耻？我就是个被王勇玩弄抛弃的女人，现在我一无所有，我就要他陪我，他凭什么能过好日子，我却要流落街头？这王勇看样子平时老实，
没想到真是个这种人啊！是啊，看这女孩子好像真的很伤心。你们别听他胡说，秦子轩和孙鹏飞以前就是一对，王勇根本就没和他。你闭嘴，林坤，你就是王勇的走狗，你和他狼狈为奸，你们这些男人都不是好东西。秦子轩，我最后警告你一次，如果你再继续胡搅蛮缠、信口雌黄，我会让你为你的所作所为付出沉重的代价。代价？我怕你吗？我今天就是要把事情闹大，让全村人都知道你王勇是个什么货色。你不是想结婚吗？我偏不让你结。你不是想过好日子吗？我偏要你鸡犬不宁。王勇，你给我等着，我手里可有你的把柄。你要是不给我个交代，我就把它公布出去，让你一辈子都抬不起头做人。把柄？你还能有什么把柄？秦子轩，我劝你别玩火自焚。哼，你以为我没有吗？你以为我只是嘴上说说吗？我告诉你，我这手里有的是能让你王勇彻底完蛋的证据，就看你是想要名声，还是要保住你的这些所谓的财富和家庭。乡亲们，大家伙静一静，听我说一句，我林峰在村里活了大半辈子，看人的眼光还是有的。他的人品，我林峰拿名誉担保，绝对干不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儿。没错，勇子和我们家萍萍从小青梅竹马，感情一直极好。秦子轩，你以前是跟孙鹏飞混的，全村谁不知道？现在孙鹏飞破产了，你跑来讹诈勇子，你当我们老糊涂了不成？秦子轩，你不用在这里演戏了。无论你编出什么样的谎话，我都不会怀疑勇哥。你这种手段，只会让我们更看不起你。我倒是没想让林家退婚，只想给王勇施加点压力。没想到这林家还很是护着王勇啊。不过目的应该已经达到了。王勇，现在全村都在看你笑话，只要你现在点头，给我300万，不，200万就行。我立刻当众宣布，是我记错了，是我发了疯乱咬人，让你顺顺利利的把林平娶进那个大别墅。否则，我手里真的有证据，一旦我拿出来，就不是名声臭了那么简单。到时候林平还会不会嫁给你？林峰这张老脸还往哪搁？你自己掂量掂量吧。秦子轩，你说你想帮我澄清，还想要500万？你胡说什么？我王勇行得正，坐得端。我在这片后山流过多少汗，赚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干净净的。我跟萍萍的感情更是不容任何人玷污。你口口声声说有证据，那就当着全村老少的面拿出来，拿出来啊，让大家看看你到底编造了什么东西。我要是皱一下眉头，我就不姓王。好，王勇，这是你逼我的。既然你给脸不要脸，想拉着林家一起丢人现眼，那我就成全你。大家看好了，这个所谓的养蜂大王，私底下到底是个什么畜生？子轩，等我发了财，一定甩了林鹏那个乡巴佬娶你！天哪，居然是真的，连视频都有了！知人知面不知心啊！这王勇看着挺老实，背地里玩的这么花。那窝棚不就是他在后山住的地方吗？这下铁证如山，看他怎么抵赖。王勇，你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视频就在这儿，你不是要看证据吗？我让你看个够！你这种人就该断子绝孙。秦子轩，你为了钱，竟然真的敢把事情做得这么绝。既然你自己找死，那就别怪我让你彻底翻不了身。秦子轩，你这视频做得不错。现在知道怕了，晚了。我告诉你，王勇，今天你不给我一个满意的交代，这视频就会传遍全网。到时候你这个养蜂大王就会变成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我只想问你，你这视频是什么时候拍的？你总得给个具体的时间吧，比如哪一天的晚上？当然是真的，就是上周三，对，上周三晚上9点，你把我骗到后山窝棚，然后就对我做了那种事儿。上周三晚上9点是吗？很好，我记住了。林坤，麻烦你跑一趟，去我车里把我的笔记本电脑和便携投影机拿过来。好。王勇，你少在这儿装神弄鬼，你以为拖延时间就有用了吗？各位乡亲，我这蜂场里外，包括通往后山的各个路口，都安装了24小时不间断的高清红外监控，所有的视频都会实时上传到云端服务器，
任何人都无法修改。那大家就一起看看，上周3晚上9点，我在做什么吧。我的天，原来这才是真的！我就说王勇不是那种人，你看人家那时候正跟林平在干活呢。你这个毒妇，竟然用这种假视频来污蔑好人，心也太黑了！不，这不是真的，这是他伪造的。他有钱，他什么都做得出来，他这是在骗你们。我们接到王勇先生报警，称有人对他进行敲诈勒索。秦子轩，我们已经通过技术手段追踪到你花钱雇佣网络黑客合成不实视频的聊天记录和转账凭据。秦子渊，你涉嫌诽谤罪和敲诈勒索未遂，证据确凿，请你跟我们回警局接受调查。这是你自找的，但愿在里面你能好好反省吧。本市警方近日破获一起利用 AI 技术合成不实视频进行敲诈的案件，犯罪嫌疑人秦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废物，真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鹏飞呀，事已至此，你就别再想了，咱们从头再来。从头再来，拿什么来？房子没了，车没了。蜂场也抵押给了高利贷，现在连名声都臭了。听说了吗？王勇又赚大钱了，他那野桂花蜜现在预定都排到明年了。那可不，人家现在是大老板了，买了几百万的别墅呢，真是给咱们村长脸啊！要我说，王勇这孩子心善，不像某些人赚了2个糟钱就不知道自己姓啥了，现在落得这个下场，真是活该。不过话说回来，王勇养蜂的那片后山，按理说是咱们村的集体财产吧？爸妈，我出去一趟。鹏飞，你要去干嘛？你可别再做傻事了。放心吧，妈，我这次是去为全村人讨个公道。哟，这不是鹏飞吗？怎么有空过来跟我们这帮穷哈哈玩了？几位大哥说笑了，我今天来是想跟大家伙说件大事儿，一件关系到咱们每个人钱袋子的大事儿。各位大哥，你们想没想过，王勇凭什么发那么大的财？就凭他那几箱破蜜蜂？狗屁！他靠的是咱们村后山那片野桂花林，那山那树都是咱们村集体的财产，是咱们祖祖辈辈留下来的。凭什么让他王勇一个人霸占着，赚得盆满钵满，住别墅开豪车，咱们却只能在这儿喝西北风？这公平吗？鹏飞，你说的好像是有点道理啊。何止是有道理，这根本就是他王勇在侵占集体资产，在吸咱们全村人的血。我跟你们说，他那一罐蜂蜜卖150，一年下来赚几百上千万，要是把这钱分给咱们全村，每家每户至少能分到10来万。妈的，凭什么？不行，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对，不能就这么算了，咱们现在就去找他，让他把侵占咱们的钱都吐出来。他要是不给，咱们就去他蜂场搬风光分蜂蜜，那是咱们自己的东西，拿回来天经地义。走，找王勇讨个说法去，让他把钱分给我们。乡亲们，待会儿王勇来了，大家别怕，法理都在咱们这边。他要是敢不分钱，咱们就冲进去，他的蜂场就是咱们的了。对，分钱，必须分钱，不然就把他的蜂箱全砸了。王勇，你这个侵占集体财产的贼！孙鹏飞，你又想耍什么花招？耍花招？我是在为民请命。你靠着我们村后山的野桂花发财，赚了几百万，凭什么不分给村民？那山是大家的，不是你一个人的。今天你要么把利润拿出来，每家每户分了，要么你就滚出后山。这蜂场归我们全村人共同所有。孙鹏飞，我承包后山是跟村委会签了正规合同的，白纸黑字，受法律保护。你们现在这么做，
是聚众闹事，是违法的。合同，你少拿那破纸来吓唬人。我们村民不答应，你那合同就是一张废纸。今天你要是不满足我们的要求，谁也别想从这儿过去。干什么呢？干什么呢？都聚在这儿想造反啊！李主任，您来的正好，我们正要找您评评理。王勇霸占村里的野桂花林，独自发财，这事儿您管不管？都给我静一静，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经村委会研究决定，并征得捐赠人王勇同志同意，先将王勇同志无偿捐赠给我村的500万善款用途公布如下。啥？500万？500万？王勇捐了500万？这怎么可能？他疯了不成？李主任，您别开玩笑了，他王勇能有这么好心？这里头肯定有猫腻。那你好好听听有没有猫腻。第一笔200万用于翻盖咱们村的小学，让孩子们不用再去镇上上学。第二笔200万用于建立村医务站，配备专业的医疗设备和药品。第三笔100万作为村里的养老基金，专门用于照顾孤寡老人。王勇这孩子真是好样的呀！咱们村的学校都破成啥样了？孩子们刮风下雨都得往镇上跑，这下可好了，这才是咱们村走出去的好后生，不忘本啊！这让我们刚才还来闹事儿，真是丢人呐！我不闹了，王勇是好人，我不该听他挑唆。你们别被他骗了，他这是在收买人心。他赚了几百万，才拿出500万，不对，他赚了上千万。孙鹏飞，你够了！王勇同志捐款的事儿，村委会全程监督，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你再在这胡搅蛮缠，别怪我不客气。我决定了，回村创业。勇哥，你什么时候决定的？怎么都不告诉我？早就想好了，咱们村养育了我，现在我有了能力，理应回报。好儿子，爸为你骄傲。你做得对，我也支持你。勇子，刚才是我们糊涂，被孙鹏飞那个王八蛋给骗了。您大人大量，别跟我们一般见识。勇子，以后您蜂场有什么事儿，尽管招呼，我们免费给您干活。对，谁要是敢动您的蜂场，我们第一个不答应。你们这些随泡流，刚才还说要去破坏他的蜂场，现在又闭嘴！你还说要不是你挑唆，我们会来闹事儿。你就是见不得王勇好。对，你这种人活该没米，落得这般下场也是咎由自取。孙鹏飞，你煽动村民闹事儿，这事儿没完，我会把情况上报给镇里，你等着处理吧。勇子，好样的！勇子，你就是咱们村的骄傲！乡亲们，我王勇能有今天，离不开大家的支持。以后我会继续努力，带着大家一起致富。勇哥，你真的是个值得托付终身的人。鹏飞呀，你就别折腾了，好好找份工作。认命？我凭什么认命？他王勇凭什么就能风光无限，我却要像条狗一样活着？人家王勇是凭本事，你呢？整天想那些歪门邪道。本事？他那点本事算什么？不就是养蜂吗？我也会。对，养蜂，我也可以养蜂。鹏飞，你疯了？你哪来的钱？蜂场都抵押了，欠债还没还清呢。妈，你放心，我这次不跟他们硬碰硬，我有更聪明的办法。王勇，你不是靠野桂花蜜发家吗？那我就用你的招牌赚我的钱。你就是孙鹏飞，找我什么事儿？强哥，听说您是搞蜂蜜加工的高手，我想跟您合作。合作？你出多少钱？钱不多，但我有个好主意。您知道我们村那个王勇吗？养野桂花蜜那个，1斤卖150。听说过，怎么了？咱们可以做跟他一样的蜂蜜，价格便宜点，100一斤，肯定好卖。你是说，强哥，果然是明白人。行是行，但这个技术活我得收你技术费，而且出了事你自己扛。行，只要能有米花，我怎么都行。我这配方可是研究了3年，保证口感、颜色、香味儿跟真的一模一样。强哥，您真是太厉害了，这味道跟王勇的蜂蜜好像啊。那当然，不过我可提醒你，这玩意儿吃多了对身体不好，你卖的时候悠着点。管他呢，又不是我自己吃，只要能赚米就行。强哥，这标边做的真不错，跟真的似的。那当然，找的专业厂制作，不过虽然相似，但仔细看还是有区别的。咱这个没有标，没事，谁懂那个？只要米少，肯定有人要。已经弄好了，
名字就叫青山野规划蜜，价格80块1斤，比王勇便宜一半还多。80，会不会太便宜了，容易让人起疑？那就先定价100，搞活动打折到80，买2送1，我就不信没人买。哟，孙老板，生意不错啊，这几天发了几百单了吧？那是，我这是正宗野桂花蜜，物美价廉，回头客特别多。我听说你们村那个王勇的蜂蜜卖150、1斤，你这卖80，能赚米吗？薄利多销嘛，我这走量赚的也不少。爸妈，你们看，今天又卖了200多单，照这个速度，1个月就能赚10几万。鹏飞，你这蜂蜜没问题吧？我怎么闻着有点怪怪的？妈，您懂什么？这是高级货，强哥说了，口感好。鹏飞，我听说你那个蜂蜜是勾兑的，这要是被查出来，可是犯法的。爸，您别胡说，什么勾兑？我这是正经生意，您就别操心了，等着数钱吧。王勇，你以为只有你能赚米吗？等着瞧吧，用不了多久，我就能东山再起，把你踩在脚下。勇哥，吃饭了。萍萍，辛苦你了。不辛苦。对了，勇哥，我最近在网上看到有人在卖我们的野桂花蜜，价格比我们便宜好多，才80块1斤。80块1斤？不可能，我们是货源啊，怎么可能比我们还便宜那么多？我也觉得奇怪，所以特意买了1罐回来。这标签跟咱们的很像，但仔细看不一样，没有认证标志，产地写的也模糊。这是假的，香味不对，是用香精调的。假的？那会是谁干的？把订单给我看一下。发货地址在县城里，很有可能是跟咱们有过节的人。你是说孙鹏飞？来晚了，人跑了。是香精的味道。他们就是用这个调的假蜂蜜。勇哥，这可怎么办？他们打着你的旗号卖假货，要是吃出问题，你的名声可就毁了。必须查清楚他们的窝点在哪儿，还要收集证据，报警处理。我认识快递站的人，我去问问最近谁在大量发蜂蜜快递。辛苦你了，坤哥，咱兄弟客气啥？那个孙鹏飞早就该收拾。勇哥，还在想假蜂蜜的事儿？孙鹏飞这么做不仅是在害人，也是在毁我的名声，我必须尽快阻止他。可是我们不知道他在哪儿生产，也不知道他卖给谁了。我已经让林坤去查了，只要找到发货地址，就能顺藤摸瓜。孙鹏飞，你为了钱，竟然连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都做得出来，这一次我不会再手下留情了。李站长，跟您打听个事儿，最近有没有人经常来发蜂蜜快递？有啊，有个姓孙的，隔三差五就来发，一发就是几百单。您知道他是从哪儿发货的吗？这我倒不清楚，不过他每次都是开一辆破面包车来的，车牌号我记下了。谢谢李站长，改天请您喝酒。勇哥，我找到那辆面包车的牌号，找人查了，车主就是孙鹏飞。我让人盯着这辆车了，只要他出门，就能找到地方。好，你继续盯着，一旦找到地方，立刻通知我，我先去市场监管局报案。明白。孙老板，生意不错啊，这个月赚了不少吧？那当然，照这个势头，下个月我就能把高利贷还清了。妈，鹏飞，不好了，刚才有陌生人在咱们村打听你，问你是不是在卖蜂蜜。什么？谁在打听？不知道，是个年轻人开着车来的。鹏飞，你是不是惹上麻烦了？怎么了？有人在查我，该不会是王勇的人吧？不行，这地方不能待了，赶紧撤！来晚了，人跑了。没跑远，刚走不久。这些原料和成品都是证据，全部封存带走。勇哥，这边有个房间，锁着门。
这么多订单，已经卖出去了几千瓶。这标间仿的还真像，普通消费者根本分辨不出来。王先生，这些证据我们会带回去分析。谢谢你们，希望能尽快抓住他们，不能再让他们害人了。都怪你！我说别搞这么大，你非要多赚钱。现在好了，被盯上了。强哥，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咱们去哪儿？去外省，换个地方继续干。孙鹏飞，你以为你跑得掉吗？王勇，你怎么知道我的号码？你以为你做的那些事儿能瞒得住谁？我已经报警了，你跑不掉的，自首吧，争取宽大处理。你少吓唬我，我什么都没做，那些蜂蜜都是真的。真的？那为什么连生产许可证都没有？为什么用香精狗炖？孙鹏飞，你这是在害人！他说什么？他说报警了。孙鹏飞，你涉嫌销售伪劣产品罪，现依法对你们进行逮捕。我是被冤枉的，证据确凿，你还想抵赖？警察同志，求求你们放过我吧！我也是被人骗的，都是他教我的。你他妈还有脸怪我？是你主动找的我。行了，别吵了，有话回警局再说。王先生，经过检测，孙鹏飞生产销售的确实是假蜂蜜，他们用廉价蜂蜜勾兑香精、色素，长期食用对人体有害。目前我们已经查封了他的窝点，查获假蜂蜜5000余瓶，涉案金额超过50万元。这么多，那已经卖出去的呢？已经流向市场的大概有2、3千瓶，我们正在追查。不过这件事对您的品牌声誉肯定会有影响。勇哥，这可怎么办？我们必须尽快偿清。我要开一个新闻发布会，公开检测报告，证明我的蜂蜜是正宗的。我也要教消费者如何辨别真假蜂蜜。这个办法好，我们配合你提供官方的检测报告。那就这么定了，谢谢您。各位朋友，今天请大家来是想跟大家说明一件事。最近市场上出现了假冒的野桂花蜜，打着我们青山村的名义欺骗消费者。听说造假的是您的发小，这是真的吗？是的，他已经受到了法律的制裁。这个孙鹏飞真是丧尽天良啊！大家看，真蜂蜜颜色透亮，拉丝绵长；假蜂蜜颜色浑浊，拉丝容易断。再闻味道，真蜂蜜有自然的桂花香，假蜂蜜香味刺鼻，是香精的味道。勇哥，我求你了，救救我吧！我不想坐牢，我还年轻啊！勇哥，看在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份上，你帮我求求情吧，我愿意赔偿，多少钱都行。孙鹏飞，你还记得当初你是怎么对我的吗？你跪着求我帮你，我3天3夜没合眼帮你保住了蜂场。你说好给我3成分红，结果呢？你拿10万块钱砸在我身上让我滚。我建蜂场，你来嘲笑我说我活该打光棍。你骗林平爸妈说我是个废物，你还想煽动村民闹事砸我的蜂场。勇哥，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每次都说知道错了，可你从来都没改过。你卖假蜂蜜的时候，有没有想过那些买了假蜂蜜的人，他们花了钱买到的是害人的东西？孙鹏飞，我不会原谅你，你好自为之吧。又有人来看你了。刚那个穿的挺体面的年轻人是你什么人？你不原谅我，你不让我好过，我也不会让你好过。等我出去，我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勇哥，听说孙鹏飞被判了2年，还要罚款50万。李想判得更重，他是主犯。孙鹏飞也算是自作自受了。如果他当初不那样对你，现在可能也跟你一起发财了。人的贪心是填不满的。勇哥，我们什么时候结婚？等我忙完这一季，我们就办婚礼。我要给你一个最隆重的婚礼。谁要你搞那么隆重？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我王勇娶了全世界最好的你。王勇，你不让我活，那你也别想活。我要让你的心血一把火烧个精光。不好，有放火！孙鹏飞，你疯了！对，我就是疯了，被你逼疯的。王勇，去死吧！救命啊！有人放火，快来人啊！孙鹏飞，你这个畜生，竟然想放火烧蜂场！快灭火，别让火烧起来！勇哥，你没事吧？我没事。这个人想放火烧蜂场，被我们抓住了，带走。王勇，好啊！
我儿子今天结婚了。萍萍，以后你就是我们王家的媳妇儿了。勇子要是敢欺负你，你跟妈说，妈收拾他。亲家母，你放心，勇子这孩子我们都信得过。萍萍啊，嫁过去了要孝顺公婆，好好过日子。妈，我知道了。各位乡亲，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咱们村的骄傲王勇同志和他的青梅竹马林萍姑娘喜结连理，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祝福这对新人。萍萍，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信任和支持，以后我会用我的一生好好爱你，好好照顾你。亲一个，亲一个，对，亲一个。各位乡亲，谢谢大家来参加我的婚礼。我王勇能有今天，离不开大家的支持。这杯酒，我敬大家。你是咱们村的骄傲。我准备成立一个养蜂合作社，带着大家一起养蜂，一起致富。勇哥，你今天真帅。你今天也特别漂亮。我们村准备弄一个养蜂合作社，我爸已经报名了。这次出去后，我就跟他养蜂子，好好做人了。养蜂子能赚多点钱啊？我爸说他们弄的叫野桂花蜜，老值钱了。你是青山村的？是啊，不过我这些年一直在外面野跑，这次终于能安心做个好人了。可惜今天是那个养蜂大王王勇结婚的日子，却没办法送点礼金啥的。勇哥，今天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一天。以后每一天都会比今天更幸福。勇哥，孙鹏飞现在在想什么？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他选择了贪婪，选择了仇恨，最终毁了自己。其实，如果他当初不那么对你，现在可能也跟我们一样幸福。可惜，这个世界上没有如果。走吧，回家。回家。勇哥，先把粥喝了再干活。你从天没亮就开始忙了，铁打的身子也扛不住。萍萍，合作社下个月就要正式挂牌了，我得把方案再理一理，心里才踏实。合作社的事儿，你跟我说说呗。是这样的，咱们村有30多户人家，大部分都是种地为生，一年到头也赚不了几个钱。我想把养蜂这个产业推广开来，让愿意参加的村民都能跟着一起养蜂，统一品牌，统一销售，统一技术指导。这样一来，每家每户都能多一份收入。勇哥，你真的太好了。可是你垫这么多钱，万一有人赖账怎么办？那就赖呗，反正咱们不差这几个钱。可万一真有人赖账，那你这钱不就打水漂了吗？但我相信，大部分村民都是讲道理的人。再说了，只要他们真的赚到钱了，谁还好意思赖账？勇哥，我支持你，不过你也得注意身体，别什么事儿都自己扛。一个人富不算富，能带着大家一起富，那才是真正的成功。孙庞飞当年要是明白这个道理，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个下场。各位乡亲们，今天把大家召集到一起，是因为咱们村的王勇同志有一个非常好的想法要跟大家说。大家都安静一下，听听王勇怎么说。各位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我今天站在这里是想跟大家说一件事儿，我想成立一个养蜂合作社，带着大家一起养蜂致富。勇子，养蜂能赚多少钱啊？我实话跟大家说，我去年1年光野桂花蜜就卖了200多万。当然，我是做了好几年了，经验技术都是现成的。刚开始养的话赚不了那么多，但1年下来，每家多赚个3、5万是完全没问题的。3、5万，那可比种地强多了。可是我们不会养蜂啊，万一养死了怎么办？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加入合作社以后，我会免费提供技术培训，每个月至少2次集中授课。平时大家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找我。蜂种和风光的钱，我先替大家垫着，等产出蜂蜜卖了钱再还。而且，所有合作社成员的蜂蜜都用青山野桂花蜜这个统一的品牌来销售，价格有保障。勇子，你说的是好听，可万一蜂蜜卖不出去呢？这个问题我也想过了。目前咱们的野桂花蜜在市场上供不应求，订单已经排到明年了，只要品质过关，根本不愁卖。而且我已经跟几个大的收购商签了长期合同，价格稳定在每斤150以上。我信勇子，我也报名。哼，说的好听，合作社，到头来还不是他王勇一个人赚大头，咱们给他打白工罢了。这种好事，我才不信有天上掉馅饼的道理。就是，万一赔了钱算谁的？人家发了财想当地主老爷，咱们就是去给他当长工的。赵叔，您的担心我理解。合作社的分成方案是这样的：每家产出的蜂蜜扣除成本后，利润的80%归养蜂户自己，10%归合作社公共基金用于技术升级和品牌推广，剩下10%归我。也就是说，大家赚的是大头，我赚的是小头。所有账目每个月公开一次，任何人都可以查。好了，大家有什么想法现在可以提，但我先说一句，王勇是什么样的人，大家有目共睹。他捐了500万给村里建学校、建医务站，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事儿。他要是想坑大家，至于这样做吗？谢谢大家的信任，我保证
不会让大家失望。合作社下个月正式挂牌，这个月我们就开始第1轮培训。勇哥，你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还要改变整个村子的命运。我真的嫁对了人。大家一定要看好了，这就是蜂排矿，蜜蜂在上面筑巢产卵酿蜜，它是整个蜂箱的核心。你们回去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把蜂排矿正确的安装到蜂箱里。安装的时候间距一定要均匀，不能太密也不能太松。太密了，蜜蜂活动不开；太松了，它们会乱造巢北，管理起来就麻烦了。勇子，我想问一下，你说的这个间距大概是多少啊？大概1个手指头的宽度，差不多1厘米到1.5厘米。你们回去可以用一根筷子比划着试试，很快就能找到感觉。勇子，我也有个问题，我家那边离后山比较远，蜜蜂能飞那么远去采花吗？好问题，蜜蜂的采蜜半径大概是2到3公里，但最好的做法是把蜂箱放在离蜜源最近的地方。咱们村周围的山上野桂花分布很广，大家可以先观察一下自家附近哪里的野桂花最多，把蜂箱放在那儿附近。具体的选址我会挨家挨户去帮你们看。打开蜂箱之前，先用烟菌器往蜂箱口喷几下烟，不要用明火，用干艾草就行。蜜蜂闻到烟会往蜂箱里钻，这时候你再打开盖子就不容易被蛰了。你看，现在就很安全，这些蜜蜂都很温顺。哇，好多蜜蜂啊，看着挺吓人的。别怕，蜜蜂其实很温和，只要你不去激怒它们，它们一般不会蛰人。但防护措施一定要做好，防风帽、手套、长袖长裤，一样都不能少。赵叔，怎么还没走？是不是有什么想问的？勇子，我跟你说句实话，上次那事儿是我不对。哪件事儿？就是孙鹏飞煽动大家去堵你蜂场那次，我当时也跟着去了。后来你捐了500万，我就觉得自己不是个东西。过去的事儿就算了，赵叔，我不记仇。勇子，我也想养蜂，但是我那天在会上说的那些混账话，我怕你不让我加入。赵叔，合作社的大门对所有村民开放，没有例外，只要你愿意干，我教你。勇子，你是个好人，我赵大嘴这辈子服的人不多，但你算一个。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我第一个冲在前面。赵叔，好好养蜂就行，等你的蜜蜂产了蜜，你就知道这有多值了。人心不是铁板一块，只要你真心对别人好，总会有人愿意跟你走。勇哥，都快12点了，你还不睡？快了，我把这几份收购合同再看一遍。下个月合作社第1批蜂蜜就要出来了，我得确保每一个环节都不出问题。勇哥，这个福源枫叶是什么公司？我之前没听你提过。这是最近新冒出来的一个公司，他们找到我说想以每斤200块的价格独家收购我们合作社的全部蜂蜜。200块，比你现在卖的价格还高，那不是好事吗？事情没那么简单，他们的条件是独家收购权，而且合同期限是5年，也就是说一旦签了合同，这5年之内我所有的蜂蜜只能卖给他们，不能卖给任何其他人。那如果他们第2年突然压价呢？对，你说到了关键，合同里写着第1年200块1斤，但后面4年的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这意思就是第1年用高价把我套住，后面4年他们想压到多少就是多少，到时候我想反悔都不行，因为有独家条款。这是个陷阱啊！没错，我查过这个福源枫叶的背景，注册资金不高，法人代表是一个叫周德发的人。这个人在业内的名声很差，专门做这种吃独食的生意。他先用高价把小品牌的销售渠道全部垄断，然后再压价收割，很多小蜂农都被他坑过。那你打算怎么办？拒绝他？当然拒绝，但问题是他不会善罢甘休的。这种人你拒绝他，他就会想别的办法来对付你。我得提前做好准备。勇哥，不管他用什么手段，我都陪着你。有你在，我什么都不怕。周德发这个名字我记住了。周总，网友那边回话了。哦，怎么说的？他拒绝了，说不接受独家收购的条件。拒绝了？好啊，这些年还是第一个敢拒绝我周德发的人。周总，那我们现在怎么办？不着急。一个乡下养蜂的泥腿子能有多大的能耐？他不卖给我，那我就让他卖不出去。您是说？去查一查他的蜂蜜目前主要卖给哪些渠道，然后一个一个的去谈，让他们不要再从王勇手里进货，我出双倍的价格补贴他们。我倒要看看他的蜂蜜到底能卖给谁。明白了，周总。另外再去打听一下那个孙鹏飞现在关在哪个看守所。孙鹏飞就是之前造假蜂蜜那个。对，听说他跟王勇有大仇，说不定能派上用场。
王勇，你不知道你拒绝的是什么人。在这个行业里，我周德发想让谁消失，谁就活不过3个月。各位乡亲，今天是我们青山村养蜂合作社正式成立的日子。从今天开始，我们不再是单打独斗的个体户，我们是一个团队。只要大家齐心协力，按照技术规范来操作，我保证每家每户都能靠养蜂过上好日子。秋真，你看咱儿子出息了，是啊，咱儿子有出息，不光自己富了，还要拉着全村一起富。我这辈子值了。刘叔，你家这个位置不错，朝南朝阳背风，而且上面就是野桂花林，蜜蜂不用飞太远就能采到花蜜。不过有一个问题，你这坡地排水不太好，一下大雨容易积水。蜂箱不能直接放在地面上，得用砖头垫高至少20公分，防止蜂箱受潮。好，我马上回去搬砖头。勇子啊，来，吃点花生。你忙了一整天了，歇歇脚。刘婶不用客气，我还得去下一家看看呢。对了，刘叔，蜂箱放好以后，前3天不要去动它，让蜜蜂先适应环境。等它们开始正常出入了，你再按照我教的方法去管护。明白了，勇子，你就放心吧，我一定按你说的做。勇哥，有件事我得告诉你。怎么了？张总刚才打电话来了。就是之前一直跟我们合作的那个收购商，他说他这个月的订单取消了。取消了？什么原因？他没说具体原因，就说有些变动，让我们不要再发货了。而且他的语气很奇怪，像是有什么不方便说的。看来周德发动手了。你是说那个福源枫叶的老板，他能量这么大呢，连张总都能搞定？总生意不只是蜂蜜，如果周德发用其他业务要挟他，张总很可能会为了大局放弃我们这个小客户。我再联系其他的客户。如果周德发真的要切断我所路，那这次的麻烦就大了。勇哥刚把合作社建起来，就遇到这种事儿，老天爷怎么就不能让我们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呢？勇哥，吃点东西吧，你从下午到现在打了几10个电话了。平6个收购商，4个已经被周大截胡了，剩下2个也在犹豫。照这个速度，下个月合作社的蜂蜜一出来，我们根本没有渠道卖。先吃面，吃饱了再想办法。你不是一直说办法总比困难多吗？平，我有一个想法。什么想法？周德发能切断我的传统渠道，是因为那些收购商都怕他，行业里经营了20多年，关系网很深。但他有一个盲区。什么盲区？他是做传统批发的，对互联网那一套不熟。如果我们绕过他自己建线上销售渠道，直播带货、电商平台、社区团购，他就拿我们没办法了。对啊，现在网上卖农产品的人越来越多了，咱们的蜂蜜品质这么好，直接卖给消费者，省去中间商，利润还更高。但问题是我对电商不懂，我得找一个懂行的人来帮忙。勇哥，你还记得我大学的同学方小燕吗？她现在在省城做直播运营，帮好几个农产品品牌做过线上推广，业绩很好。平，你真是我的贵人。我可不是贵人，我是你老婆，老婆比贵人重要多了。周总，我们已经跟王勇的6个收购商里的4个达成了协议，他们都同意不再从王勇那里进货了，剩下2个还在谈，估计这2天也能搞定。好，断了他的销路，他那个破合作社就是一堆废铁，等他扛不住了，自然会来求我，到时候我再用30块1斤的价格收他的蜂蜜，让他跪着把货交出来。孙鹏飞那边我去看守所摸过底了，他对王勇恨之入骨，只要我们想用，随时都能让他配合。不过他现在人在里面，能做的事有限。先不急，他是一张好牌，但现在还不是出牌的时候。等王勇的合作社垮了，村民们怨声载道的时候，再把这张马才最好。咱王勇，你以为你是谁？我让你生你才能生，我让你死你就得死，你跟我斗还嫩了点。平，好久不见了，你比大学的时候更漂亮了。小燕，你也是啊。你现在可是大忙人了，听说你带的那几个品牌月销售额都过100万了。哪有那么夸张？不过确实还行。对了，你电话里说的那个事儿我很感兴趣，你们的野桂花蜜我在网上查过资料了，品质确实是顶级的。方小姐，这是我们最新一批蜂蜜的样品和检测报告，你先看看。这个味道太棒了，我做过很多蜂蜜品牌的推广，从来没尝过这么纯正的桂花蜜，这要是放到直播间里绝对爆款。有个叫周德发的人在行业里搞垄断，把我们的传统渠道几乎全部切断了，所以我想走电商这条路，绕开他。周德发这个人我听说过，在蜂蜜行业里是个老油条，手段很增。不过他再厉害也不到互联网上来。王总，我跟你说，现在消费者越来越聪明了，他们不看中间商怎么吹，他们看品质、看口碑、看真实感。你们的蜂蜜品在只要推广方式对了，周德发拿你们一点办法都没有。那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做？我有一个完整的方案。第一步，短视频内容真实种草，我们拍你在巡茶箱采蜜、检测蜂蜜品质、关注等解桂花吸引的画面。第二步，直播带货，你本人就是最好的代言人，真正的养蜂人，朴实专业有故事，你往镜头前一站，消费者就信你。这个方案好，勇哥你平时在蜂场干活的样子特别帅，拍出来一定好看。我不太会面对镜头。不需要你表演，你就做你自己，说你平时说的话，干你平时干的活，越真实越好。现在消费者最反感的就是包装过度的假大空，你的真实就是你最大的竞争力。好，我干。方小姐，合作的条件你说。轿车行，条件的负责推广和运营，利润55分。46，你6我4，你的工作量比我大。王总，你是我见过的第一个主动给对方多分钱的甲方，就凭这一点，我就知道这个合作一定能成。对，就这样。王总，你就当我们不存在，做你平时做的事就好。你们看，这个颜色就对了。正宗的野桂花蜜应该是深琥珀色，透光的时候会呈现出金红的色泽。如果是舔黄色或者白色的，那要么不是桂花蜜，要么就是掺了其他蜜。这才是真正的内容，
不需要任何脚本，它本身就是最好的内容。这满山的野桂花都是我的蜜源。你们看，第一条视频剪好了。天呐，原来我们的蜂场拍出来这么美啊！美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真实。现在的观众看多了精修美颜的假货，突然看到这么真实的内容，一定会被打动。我打算今晚就发出去，明天看数据。行，你看着办。王总、林姐，快来看，快来看！一夜之间播放量突破了500万，点赞超过50万，评论区全是问在哪里能买到的。一晚上，这就是互联网的力量。王总，趁热打铁，今天晚上我们开第1场直播，你亲自上镜，就在蜂场里，现场取蜜，现场品尝，现场回答观众的问题，我保证今晚就能出单。好，勇哥，紧张吗？有点儿。面对蜜蜂我不怕，面对摄像头有点发怵。你就当镜头后面是我，跟我说话一样自然就好。王总，直播间已经开了，已经有3万人在等着了。我先暖场2分钟，然后你上。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是小燕。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的直播，我们直接来到了深山里的蜂场，就在我身后就是那个视频里的养蜂人王勇。接下来他会亲自给大家展示一罐正宗的野桂花蜜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好的，大家稍安勿躁，请我们的养蜂大师王勇。大家好，我是王勇。大家看，这就是我的蜂箱，里面的蜜蜂都是中华蜂，也叫土蜂，是咱们中国本土的蜂种。你们看这个蜂箱，上面白色的蜡盖说明蜂蜜已经成熟了，成熟蜜的水量在20%以下，不需要任何加工就可以直接使用。大家看，这就是我们的野桂花蜜，颜色是深琥珀色的，气味里有天然的桂花香。这一批的蜜口感非常好，甜而不腻，回味有一股淡淡的桂花香。大家不要着急，我们的野桂花蜜现在正式上架了，点击下方小黄车就可以下单了。今天首播特惠，买2送1。林姐，开播10分钟，已经卖了300多单了。300多单啊！2个小时，总共卖出了1800单，销售额超过27万，最高同时在线人数突破了10万。2个小时27万？对。而且这还只是第1场，等我们把内容矩阵做起来，每天稳定直播，月销售额过100万完全没问题。周德发那些传统渠道加起来也比不上1场直播。哥，我们成了！周德发，你断了我的老路，我就开一条新路，这条新路比你想象的要宽得多。周总，有个情况您得看看。什么情况？王勇开始做电商了。昨晚第1场直播，2个小时卖了将近30万，他的短视频账号粉丝已经涨到了20万。网上卖蜂蜜，他以为换个渠道我就拿他没办法了？周总，线上渠道不像线下，我们确实不太好干预。平台有平台的规则，我们没办法像对手售商那样。我告诉你，什么叫有办法？第一，找人到他的直播间去刷差评、恶意投诉，1场直播投诉几10次，平台就会对他的账号限流甚至封号。第二，找几个水军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他的蜂蜜有质量问题，用假检测报告搞臭他的名声。第三，去联系一下省枫叶协会的刘会长，跟他说我请他吃饭，有事要谈。枫叶协会的行业标准审核权在他手里，只要他一句话就能让王勇的蜂蜜在市场上消失。周总，这些手段万一被查出来，我花钱请你，不是让你来教我做事的，去办就行了。是，周总。勇子，赵叔怎么了？我刚才在手机上看到了，有人在网上说你的蜂蜜有问题，说你的蜂蜜里掺了白糖和香精，还配了一个什么检测报告，好多人在转发。这份检测报告是假的，我们的蜂蜜每一批都有正规机构的检测报告，从来没有出过任何质量问题。那肯定是有人故意搞你，妈的，这种人太缺德了。勇子，你说怎么办？我带人去找他们算账。赵叔别冲动，打架解决不了问题，这件事背后有人在操控。小燕，有人在网上造谣说我们的蜂蜜有质量问题，你看到了吗？看到了，而且不止一个帖子，有好几个账号在同时发，这些账号注册时间都很短，一看就是水军。王总，这是有组织的攻击。你能查到是谁在背后操控吗？我试试，但当务之急是先灭火，不能让谣言继续扩散。我建议我们立刻发一条声明视频，把所有正规检测报告都晒出来，用事实说话。好，你来安排，我现在就去市里的检测机构做一次当场检测，全程直播。这个主意好，真金不怕火炼，只要当产测结果没问题，谣言不攻自破。大家好，相信很多朋友都看到了网上关于我们蜂蜜的不实报道。今天我们来到了省级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现场做一次公开透明的检测，全程直播，没有剪辑，没有修饰，是好是坏，结果说了算。等检测结果吧，看看到底有没有问题。
造谣的人太可恶了，万一是真的呢？这些蜂蜜是我从仓库里随机抽取的不同批次的产品，我现在就把它们交给检测机构的专业人员，由他们进行全面检测，包括含糖量分析、添加剂检测、农药残留检测和微生物指标检测。检测过程我不参与，结果出来以后直接在直播间公布。我跟大家说几句心里话，做蜂蜜这一行最重要的就是品质和良心。我的蜂蜜150一斤，不便宜，为什么能卖这个价？因为每一滴都是真的。从蜜蜂采花到蜂蜜装瓶，中间没有任何掺假和加工。我这个人没什么本事，就一个优点，不骗人。我也想让大家都能吃到好的蜂蜜。各位观众好，我是本检测中心的主任，现在宣布检测结果。经过对送检的5批次蜂蜜样品进行全面检测，结果如下：第一项，果糖和葡萄糖含量符合天然成熟蜜标准，未检出人工添加糖分。第二项，蔗糖含量低于国家标准限值，属于优质蜂蜜。第三项，合成香精未检出。第四项，农药残留未检出。第五项，微生物指标全部合格。综合以上检测结果，送检的5批次蜂蜜样品均为天然成熟蜂蜜，各项指标均优于国家标准。其中果糖和葡萄糖的比例以及独特的桂花花粉比例完全符合野桂花蜜的特征，可以明确地说，这是高品质的纯天然蜂蜜。大家看到了，真金不怕火炼，王总的蜂蜜不仅合格，而且是高品质。那些造谣的人，我们已经保留了所有证据，会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现在，为了感谢大家的支持和信任，今天下单的朋友全部享受买1送1的特惠。周德发，你的阴谋不仅没有打倒我，反而帮我做了一场最好的广告，谢谢你了。废物！你找的那些水军不仅没搞臭他，反而给他送了一波免费流量，他现在的粉丝都涨到50万了。周总，我线上的路堵不住了，但我还有一张牌。那个枫叶协会的刘会长约好了吗？约好了，后天中午。线上他能折腾，但行业协会的认证和标准不是他一个养蜂的能左右的。只要刘会长帮我出面，以行业规范的名义卡住他的蜂蜜进入正规市场的资格，他在网上卖再多也没用。没有行业认证的蜂蜜，大客户和商超不敢进。明白了。王勇，你以为赢了一场直播就能翻天了？哼，你还太嫩。在这个行业里，规则是我定的。勇子，你看我这蜂蜜颜色对不对？刘叔，刘叔，不错，颜色、粘稠度都达标了，你学得很快。勇哥，方小燕刚发来一条消息，说省枫叶协会最近要搞一次蜂蜜行业质量项检查，所有蜂蜜生产者都要接受认核。他觉得这个事儿有点蹊跷。省枫叶协会专项检查，看来周德发又出新招了。你觉得这个检查是冲我们来的？时间太巧了，我们刚在直播间做了公开检测，打了他的脸，他转头就让枫叶协会搞专项检查，目的很明显，想用行业权力来卡我们。那怎么办？我们的蜂蜜品质没问题，但如果他们故意刁难呢？品质没问题就不怕查，但我们也不能坐以待毙。萍萍，帮我约一下林坤，我有事要跟他商量。勇哥，你说的那个周德发，我也听说过，这人在蜂蜜行业里确实是个狠角色。他跟枫叶协会的刘会长关系不一般，每年给协会赞助不少钱。我就是担心这一点。如果刘会长在检查中故意给我们使绊子，我们很被动。勇哥，我有个信息你可能感兴趣。前段时间我在省城跑业务的时候，无意中听说刘会长最近被人举报了。有人说他在协会任职期间收受了多家企业的贿赂，用行业标准审核权来为特定企业牟利。现在省纪委好像已经在暗中调查他了。你说的是真的？我认识省纪委的一个朋友，他私下跟我提过这个事儿，不过调查还在进行中，没有公开。如果刘会长真的在接受调查，那他现在不敢太明目张胆，但周德发可能不知道这个情况。勇哥，你的意思是我们不仅不躲这次检查，反而要主动迎接？我要邀请省里的权威媒体来全程跟拍。刘会长如果心里有鬼，他在媒体面前就不敢乱来。如果他公正检查，那正好证明我们的蜂蜜没问题。无论哪种结果，对我们都有利。告勇哥，你这招叫以公治私。你说，王总，你说邀请媒体来跟拍枫叶协会的检查，这个主意太好了。到时候我们不仅邀请传统媒体，还在咱们自己的账号上做全程直播。这波操作又是一次免费的品牌宣传。对，而且我还想做一件事，趁这次检查，我要把我们合作社所有成员的蜂蜜都送检，不是只检我一个人的，是整个合作社的全部产品。王总，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我们不只是在卖蜂蜜，我们是在建立一个行业标杆。一旦做成了，以后谁还敢质疑我们的品质？让全社会看到，我们青山村的蜂蜜从源头到产品，每一个环节都经得起检验。品牌的根基就是品质和信任，只要这两个东西立住了，什么周德发，什么行业垄断，都撼动不了我们。王勇同志，你这阵仗不小啊！一个例行检查
至于搞这么大场面吗？刘会长，我这是阳光检查，我的蜂蜜品质过硬，不怕任何人看，而且让更多人了解蜂蜜的质量标准，也是对行业负责嘛。好，既然你这么有信心，那我们就开始吧。各位专家请看，我们每一个蜂箱都有编号，对应着详细的管理记录，包括蜂种来源、检疫证明、日常用药记录、采蜜时间和产量，所有数据都是公开透明的。这个管理水平比很多大企业都规范。现场快检结果，王勇蜂场送检样品各项指标均优于国家标准，符合特级蜂蜜品质要求。王勇同志的蜂场管理确实很规范，蜂蜜品质也很好。协会会据实出具检查报告的。谢谢刘会长，我相信协会一定会公正公平的出具报告，毕竟全省那么多消费者都在看着呢。事情办得怎么样了？周总，这个王勇不好对付，他把媒体和直播都弄来了。我在现场根本没办法做手脚，而且我最近被人盯上了，省纪委那边好像在查我，这件事儿我不能再掺和了。这个老东西，关键时刻掉链子，真是废物中的废物。周总，刘会长那边用不上了，我们现在怎么办？王勇的线上销售越做越大，粉丝已经破100万了，月销售额都过200万了。如果再不想办法，他很快就会成为行业里的头部品牌。那个孙鹏飞什么时候出来？下个月。他出来以后，我要见他。周总，您真的要用这个人？他之前因为造假蜂蜜和纵火被判了好几年，名声已经臭了。他名声臭不臭跟我没关系，我要的是他恨王勇。一个恨入骨髓的人，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只要我给他足够的钱和支持，他就是一把最好的刀。可是没有可是，去安排。王总，现在我们的线上渠道已经稳了，但我觉得光做电商还不够，我们应该进军线下，进商超，进精品店，这样才能形成线上线下双渠道的完整布局。你说的对，但进商超需要行业认证和渠道商的配合，这方面周德发的影响力还在。所以我建议你去跑一趟省城，直接和几家大型商超的采购部门谈。你的品牌知名度现在够了，他们不可能无视100万粉丝的流量背话。好，我安排一下合作社的事情，后天去省城。勇哥，你去省城的话，我跟你一起去。合作社这边有赵叔帮忙看着，没问题的。行，那我们一起。你们两口子真是模范夫妻。这样吧，我提前帮你们约好几家商超的采购经理，你们到了直接去谈。王先生，你们的蜂蜜我了解过，品质确实很好，网上口碑也不错，但是蜂蜜品类在我们超市的销售占比一直不高，而且说实话，我们之前跟福源枫叶有长期合作协议，可能会引起对方的不满。陈总，我理解您的顾虑，但我想请您想一个问题：消费者进超市买蜂蜜的时候，他们最在乎的是什么？品质和价格。对，品质方面，我这里有机检测机构的权威报告，各项指标远超国标。价格方面，我们现在有一个100多万粉丝，每天给出现都在几十万以上。只要你们在我的账号上免费帮你们宣传，这个流量折算成广告费，至少值几十万。流量带动到店消费，这确实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合作模式。而且我不要求排他合作，您可以同时卖福源枫叶的产品，让消费者自己选择，品质好的自然卖得好。王先生，初步意向没问题，我们先试销一批，看看市场反应。如果效果好，我们签长期合同。陈总，谢谢您的信任。哥，今天跑了3家商超，2家都同意试销了，太棒了。还有一家省城最大的连锁超市没试销，明天再去一趟。勇哥，你有没有觉得我们的生活变化太快了？1年前你还在窝棚里睡觉，现在已经在省城跟大超市谈合作了。是变化很快，但不怎么变，有些东西不会变。什么？我对你的心不会变，不管赚多少钱，不管事业做到多大，你永远是我最在乎的人。勇哥，有你在，我什么都不怕。你是谁？找我什么事儿？孙鹏飞先生你好，我叫周德发，福源枫叶的董事长，我是专程来看望你的。蜂蜜行业的，你来看我干什么？孙先生很关注你的事情，你当初在青山村的蜂场做得很大，最后还因为一些小事进了这里，我觉得你太冤了。冤？我确实冤，要不是王勇那个杂碎，我现在还是青山村最风光的人。对嘛，你本来就是有能力的人，只不过运气差了点。王勇现在靠着你们村的野桂花蜜，一年赚好几百万，住着几百万的大别墅，合作社搞得风生水起，在网上红的父子。而你呢，在这里吃了好几年的苦，这公平吗？那片野桂花林本来就是我先发现可以养蜂的，是他王勇抢了我的机会。孙先生，你明天就出来了，出来以后你打算怎么办？能怎么办？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房子没了，车没了，钱也没了。这里面是10万块现金，就当是我给你的一点生活费。天上不会掉馅饼，你到底想让我干什么？很简单，你出去以后，我会出资帮你东山再起，你继续做你的蜂蜜生意，但这次不是一个人干，而是跟我合作，我提供资金、渠道、技术，以你对青山村的了解和人脉。至于王勇那边，你比任何人都了解那些村民，只要你能把合作社的村民一个一个的拉走，王勇就是光杆死兵，没有蜂蜜供应，他的品牌就是空壳子。
瓦解合作社，你这个想法我喜欢。那这个你先收着。鹏飞，你出来了。张叔，我出来了。在里面这些日子，我想了很多。我以前做的那些事儿，确实不对。我这次回来，就是想跟大家道个歉，重新做人。道歉是好事，但你以后可别再搞那些歪门邪道了。张叔放心，我绝对不会了。对了，张叔，我听说你加入了王勇的合作社，养蜂赚了不少钱。是啊，第1年就赚了3万多呢。3万多确实不少了，但是张叔，我听说隔壁县的养蜂户今年的蜂蜜卖到了200块1斤，王勇给你们的收购价是多少？1501斤，才150啊！他在网上卖1罐装2斤，卖398，中间差了多少钱？你算算。这个我倒没算过。张叔，我不是挑拨离间，但你想想，你辛辛苦苦养的蜜蜂产的蜂蜜，他用150收走，转手在网上卖将近400，利润的大头还是他赚走了。合作社的利润分成是82开，看起来你拿80%，但那是蜂蜜的利润。线上销售的利润呢？品牌溢价呢？直播带货的利润呢？那些钱你1分都没有。张叔，我不是要你退出合作社，我只是觉得你应该争取更多属于你自己的利益。150的收购价太低了，至少应该200。王勇，你以为你那些村民会永远忠心耿耿地跟着你吗？人心都是肉做的，谁不想多赚点钱？只要我把这颗种子种下去，用不了多久，你的合作社就会从内部崩掉。周总，第1步已经开始了，您放心，我对这些人了如指掌，给我1个月，保证让他们一个个都离开王勇。怎么少了6、7个人？我也不知道，打电话过去，有的说有事，有的干脆不接。勇子，我有个事儿想跟你说。刘叔，您说。就是那个收购价的事儿。勇子，1501斤确实不少了，但是我听说你在网上卖的价格更高。我不是不信任你，但有些人在嘀咕，说咱们的利润分成不太公平。你看能不能提一提价？刘叔，这些话是孙鹏飞跟你们说的吧？勇子，刘叔，我不怪你，人之常情，谁都想多赚点钱。但我跟你说实话，网上卖398，扣除运营成本、包装费、快递费、平台扣点、推广费，方小燕团队的分成，那你还能剩多少？实际到手的利润不比150多多少，而且品牌的建设和推广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资金，这些都是看不见的成本。这些他倒是没跟我说过。当然不会说，孙鹏飞是什么人你也清楚，他造假蜂蜜害人，纵火烧蜂场，坐了几年牢，现在刚出来就到处煽风点火。刘叔，你觉得他真的是为你好吗？勇子，你说的对，是我糊涂了。你捐500万给村里建学校、建医务传的时候，孙鹏飞在哪儿？他有什么资格来挑拨我们？刘叔，你能想明白就好。不过这件事也提醒了我，我确实应该让合作社的财务更加公开透明。从下个月开始，我会把线上销售的全部收支的明细都向合作社成员公开，谁想查随时可以查。勇子，你这人实在，我老刘以后再也不听别人的歪话了。赵叔，您是村里的老前辈了，这合作社表面上看着好，其实就是王勇拿咱们的蜂蜜去赚大钱。您想想，他住着几百万的别墅，咱们还在这土房子里。孙鹏飞，你给我滚！我这辈子做过很多混账事儿，但有一件事儿我想明白了，人要知恩图报。王勇是什么人？他是在我最落魄的时候给我递工具的人。我赵大嘴虽然是个粗人，但不是白眼狼。你那些挑拨离间的话，去跟别人说吧，在我这里没门儿。赵叔，您别误会，我再说一遍，滚！赵大嘴这个老东西不识好歹，但没关系，总会有人愿意跟我走。王勇，你等着。勇哥，我查到了，周德发的福源枫叶有大问题，他名下的3个蜂蜜加工厂，其中2个的卫生许可证都是过期的，而且我还拿到了一份他去年的出货清单，
他以纯天然蜂蜜的名义销售的产品，有40%以上是掺了糖浆的勾兑蜜，这是赤裸裸的欺诈。证据确凿吗？确凿。我找了2个在他工厂干过的前员工，他们愿意作证，而且我还搞到了他跟枫叶协会刘会长之间的行贿记录、银行转账，白纸黑字，1笔80万，备注就写着感谢刘会长关照。天哪，这个周德发原来他自己才是最大的造假者。林坤，这些证据你保存好了吗？都保存了，备份了3份。好，明天一早我们去举报，证据要全部提交。另外，方小燕，我在。我需要你准备一场直播，等举报结果出来之后，我要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把周德发的真面目揭露出来，让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人不仅垄断行业，打压同行，他自己卖的蜂蜜才是真正的假货。没问题，王总，这次我们不仅要自保，还要帮整个行业清理毒瘤。勇哥，这次一定要让周德发和孙鹏飞一起完蛋，不能再让他们继续害人了。放心，这一次我会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周总，不好了！孙鹏飞那边传来消息，他在青山村的拉人计划不太顺利，大部分村民都不买他的账，而且王勇好像已经知道我们在背后操纵了。知道了？他怎么知道的？不清楚，但更麻烦的是，我们工厂一个前员工联系了我，说有人在暗中调查我们的产品质量和财务记录。调查？谁在调查？目前不确定，但很有可能是王勇的人。王勇这个臭小子，他居然查到了我的头上，不行，我得赶紧转移证据。这是我们整理的所有证据，包括出货清单、行贿记录和证人证言。王先生，你提供的这些证据非常详细。福源枫叶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行贿和偷税漏税，已经构成了多项违法行为。我们会立即启动调查程序，同时通知公安机关介入。谢谢，我只有一个请求，请尽快行动。这个人不除，整个行业都没有安宁的日子。你放心，我们会依法处理。谁？周德发，你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行贿罪，现依法对你进行逮捕。不可能！我经营了20年，怎么会？张叔，我说的都是真的，外面的收购价已经涨到200了，你们可别被蒙在鼓里。孙鹏飞，你涉嫌与周德发共同实施不正当竞争和教唆他人损害商业信誉，请配合我们回去调查。完了，这次是真的完了。各位乡亲，我非常高兴地宣布，青山村养蜂合作社已经被省政府授予全省乡村振兴示范基地称号。我们村的人均收入在过去1年里增长了300%。谢谢大家。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我们的青山野桂花蜜已经正式获得了国家级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从今天开始，全中国只有我们青山村产的野桂花蜜才能叫青山野桂花蜜。勇子，你是我们村的大英雄！我老刘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就是跟着勇子养蜂。老伴儿，咱儿子真的出息了。是啊，做梦都没想到会有今天。勇子这孩子，从来没让我失望过。勇哥，宝宝在踢我了。宝宝是在替他爸爸高兴呢。爸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人这辈子不在于你走了多远，而在于你带着谁一起走。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一个人的成功不算什么，能让身边的人都过上好日子，那才是真正的成功。